我只因在航天王红狼时用 M14 3分钟快速清图，触发了三角洲隐藏彩蛋，穿越到了一个全民三角洲的平行世界。看着平行世界里窝囊的自己，我决定在这发扬我顶级魔王户的威名。晚上好呀，家人们！今天我来当考官考核苏七七，豆豆电竞魔王女户，是数一数二的顶级护航主播。魔王女户下场当考官得少挣多少？爱播像是在乎那3瓜2枣的人吗？苏七七看见弹幕扑哧笑出声，别闹，第一位考生要来了。话币进来一个顶着老太头的裸 F 威龙，弹幕划过一片问号，谁家小鼠认领一下？苏七七看着这副装扮也是愣了一下，不是很确定的开口问道：“那啥哥，你是来考核护航的吗？”对。苏七七秀眉微挑，那好，我介绍一下考核标准。首先是技术培，单考绝密地图要求击杀9人，3局取2局最好成绩，不过只能接俱乐部的机密单。网上是普通护航，也就是咱们俱乐部的金牌。单考绝密地图要求2局击杀15人，能正常接俱乐部所有单量。你选哪个？我沉默2秒。老师还有更高标准啊！直播间一下子热闹起来。卧槽，大手子上来就要挑战最高标准。苏七七颇为抱歉的笑了笑，不好意思，目前只能先考到金牌。好吧，我就先考金牌。那个老师能不能帮我起一套装备？我破产了，不好意思。苏七七瞬间目瞪口呆，他秒点开红豆的账号主页，右上角的总资产十分光彩夺目，弹幕瞬间爆炸，666。第一次见要考官帮忙起装备的，谁家破产大兵领走领走。起好了，苏七七有气无力，你可千万要对得起主播的哈夫币啊！不再废话，两人秒开一把游戏，他正准备丢火自雷，就听见红豆带着几分腼腆的声音：“那什么老师，能帮我刷张2通再死不？我没卡。”弹幕顿时笑得人仰马翻。苏七七揉着脑袋帮他刷开2通。苏七七还没走出2通小门 ，AWM 那厚重的枪声在耳边响起。西西弗斯属击倒关羽败走赛博坦，这么快？西西弗斯属击倒黛玉七情威震天，1秒不到又一个击倒。苏七七毫不吝啬赞扬道：“我们今天的1号考生很有实力啊！开局短短10几秒就已经击倒2名选手。”西西弗斯属击杀西施活捉荒天地，灭队66666，2通反架劳大3枪 AW 灭队，挂。苏七七连忙拔开燃烧瓶，生怕赶不上下一波操作，然而他还是晚了一步。西西弗斯属击倒暗恋过结局，切换到红豆视角，我透过环绕2元通道的铁丝网缝隙，一枪补掉正在沙地孤勇的干员，另一人在沙地中已然荒神，立刻找到铁墙充当掩体，一发 AW 未能命中胸口，只造成了40点穿透伤害。我没有一点犹豫，抓住机会大跳出2元朝沙地奔去。我们考生打法很欧美，一点也不内耗，直接出击。我朝2个不同的方向丢出 C4，对方明显慌了神，我没有丝毫犹豫，按下击杀刷新的喷气位移，在半空中朝着对面尽情喷洒枪火，对方根本反应不过来。西西弗斯属击败小层欧，又灭一队，滴，位置暴露，劳2队来了。苏七七思索着开始分析，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单3的是我，劝架很容易获得高额收益。苏七七视线一瞥，惊呼出声，我选择直接走一线天云战劳2的队伍。考生直驾原点劳区大门口拦车位置 ，AW 一枪，劳2露娜倒下了，又一枪，不是，你个混蛋 ，AW 补3次人了，省着点用啊喂！苏七七咬牙切齿，此时节目效果已经完全拉满了，相比平时贵宾数量都在蹭上涨，主播太贴心了，自掏腰包为俱乐部招人，护航界自费上班第1人。打区间，我来到了开局劳大3兄弟的盒子旁，头甲几乎没有损耗，我直接无掏秒变流掏，还往包里又存了2件完好的背甲。我确认完中间小门没有支架后，从劳大价2元的高点一跃而下，我刚跳下来就遭到了一系列枪线攻击，我立刻循着枪声确定位置，起身左右摆射击倒伏击者，我还来不及打药，耳边就响起一声哗来，我刚换上6套背甲，红狼就已来到面前，我一个喷气闪现到红狼身后，打开爆闪手电，哒，西西弗斯属击败跑刀的24大把，灭队。妈呀，这人什么来头？兄弟们，你们说主播有没有可能还能起来吃？我去，还真是，主播还有1分多钟才臭呢。就在此刻，劳区正门口爆发激烈的枪战，我迈步朝劳区门口方向拉扯，在7倍镜作用下，我看到门口大马路上躺着一只威龙，疑似路过刚好被抽，而后方有一只露娜正在箱子后，露娜刚转头看过来，就被 AW 一枪麻溜带走。我刚从劳区中门直出，就和宿舍楼小麦大眼瞪小眼，我凭借6甲正面击倒了麦小龙。我刚换好背甲，宿舍队的红狼已经从正面拉出，我原地一趴规避枪线，随即 AW 雷射切3倍猛的一枪带走红狼。此时宿舍楼队最后一个女一姗姗来迟，从侧面切出尝试补枪，我一个喷气紧急退回劳区的货运架旁。宿舍楼女一明显很急，在她视角里红豆已经碎甲，一个人总不可能有2件背甲吧？还真有，女一最终在5套跳拉爆闪下含恨而终，4队灭完。弹幕已经完全按耐不住，不忘初心这一块，我是对面真妈了，打了2个流掏还剩个5掏，谁家哆啦 A 梦？我回头反架之前打死的露娜尸体，狙击镜瞄上去的那一刻，直播间观众都笑了，对面哈基风正在聚精会神救人，边也不疯，蠢萌的哈基风把露娜扶了起来，于是哈基风也喜提1.5块 RMB， 露娜刚起来就汗毛竖起，等到要趴下已经来不及了。西西弗斯属击败他还会回头吗？3分01秒，航天基地绝密清图。我做完这一切，喷气冲向2元，距离考官尸体发臭还剩21秒。不过对于威龙来说足够了，撑住我拉你起来。直播间弹幕顿时疯狂涌出，板板清图了，开吃吧！家人们谁懂啊？今天考核遇上狠人了，3分钟清图15杀还给我拉起来吃包，这对吗？挂！小唐人开会来了，经典打不过就是挂。苏七七很清楚红豆不是挂，确实是很有实力的选手。舔完劳大3人，苏七七的收益已达到了恐怖的800万。此时我也从核心区绕了一圈回来，老师已经清图了，你去核心区吃饭吧。妈呀，几百年碰不到1把这种爽局，还刚好轮到自己考核当老板，不是考官。苏七七摇摇头，包太多了我也吃不下，你也吃点吧。苏七七美滋滋在直播间唠嗑，看到没？这就是我们豆豆电竞新的打手，未来的魔王户。要实力有实力，要态度有态度。
红豆老师，你现在已经是俱乐部的金牌护航了，接单报酬详情我稍后发。好的，老师，我了解了。哦，对了，正常接单需要交500押金，后续不接单的话会退回。我反复看了下可怜兮兮的语录，沉默2秒，小声道：“老师，押金可以赊账吗？”语音频道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不是哥们，你被洗的不是哈弗币吗？怎么 RMB 也没了？好一会儿，苏七七才叹着气道：“红豆老师，我跟俱乐部沟通过了，押金可以先不交，条件是你接单的前500块留作押金，这样能接受吗？”我双手合十，感谢老师。那老师你继续考核吧。退出游戏后我到头就睡，睡梦中手机消息一直在震动。我半梦半醒间打开手机，看红豆老师睡了吗？有件事想征询一下你的意见。什么事？最近俱乐部招打手，考官不够，有没有兴趣来当考官？姐我才刚考完，能当考官吗？你成绩远超规定标准，能破次例，不会让你白干，给你时薪80。你如果愿意，今天就上。今晚播5个小时后抵消押金，之后正常按80率算钱。当然没问题，非常感谢。具体考核标准和其他规则，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发给你。当然对局多变，考官本人也有一定自由裁量权。说完，苏七七就去继续考核了。我迅速解决晚饭，打开电脑，点开直播客户端，略一沉思，我给标题码上：豆豆电竞3分钟15杀绝行情图过考核之人。我打开三角洲，刚凑好战垒。此时第一队考核者13月不吃香菜和元宝已经在号上起好装等待。我十分适时的切换到角色女一，双考3把取2把，可以带双枪，不能6套 EWM。技术培要求2把击杀12人，金牌护航2把18人。考生之间击杀数差距不能超过6，否则击杀较少的考生需要重考。另外2把对局人头至少5，否则取消第3把考试机会。2名考生兴奋应声表示了解。然而开局不到1分钟，3人秒回特勤处，老师不好意思，没打好。没事，高手不打第一盘。3人起好装备重新出发，然而一个被 AW 抽了，一个被老太抽了，连续2把撤离失败，而且2把才1个人头，显然这队连第3把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公式化安慰道：哥们可惜，下去再沉淀，欢迎下次再来考。两兄弟垂头丧气接连离队。主播，什么时候单3看看水平？主播你起把枪准备上场吧。我笑，今天是考核，我是老板，你们懂吗？调侃之间，第2队考核者发来了好友申请，不过进队只有1人 ，ID 是就不服怎么着？单考吗？对，我也不废话，卡好战备，跟他介绍完规则，确认无误后就开始游戏。不服哥第一把选择监狱，我一边跑一边解说。食堂落点是非常好的跑道位，周围物资点比较多。落地我们首先进这边的洗衣房，进门前看地上左右两边，会刷大红。进门我们直奔大保险，一边吃一边听脚步，注意听有没有走楼梯上来，有的话可以去图书馆看刷卡点和航空箱，没有的话就安心吃完这半边物。我解完保险箱密码，弹出来的却不是搜索框，而是冒出的容器正在搜索保护。我转头一瞅，不服哥正挤在我旁边认真舔保险，我一下子懵在原地，反复确认队里只有2个人。不是，你不是来杀人考核的吗？落地跟考官抢保险是什么意思？老师，咱没记错的话，你是来考技术赔的吧？不去找人价点吗？不服哥闷声道：我也要吃点吧，考核装备很贵的，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的自觉。我一口气噎在喉咙，说也不是，不说也不是。哥，咱考核也不是说不让吃东西，但也没必要收纳盒、旅行包都翻吧。我无言在原地看着不服哥从第一个洗衣机翻到最后一个。考官你也吃点啊！我转头面向墙壁，水动力区复活的队伍都快摸到门口了。本来还想提醒一下的，但看着不服哥专心摸着地上的黄球斧，深深叹了口气。哒哒哒，哎呦俺娘嘞，咋个还有人啊？不服哥被打得鬼哭狼嚎，好不热闹。2人光速回到特勤处，我默然不语。看样子这个156万战备今天是非掉不可。而不服哥还在抱怨个不停，我真没听到脚步啊！考官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那干嘛不告诉我？我在吃饭没听啊！考官不能帮助考生，好吧。不服哥显然有些不满，如此绝佳的节目效果，弹幕笑翻了天。第一次见到考生压力考官，主播还好吗？没别的意思，问下是不是要破产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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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考官被考生猛攻到破产了，我都快气笑了。接下来考生水平再刺激，怕是不到2个小时我就得回去跑道。还好不服哥这回选了航天基地，这次我落地就是一颗燃烧骨。镜头一转，不服哥正被发射桥的连狙抽得上蹿下跳，来到西区大门刷卡溜之大吉。我无言，我们的考生看样子有自己的理解。现在已知发射桥有队伍复古，那么考生先行去蜀道可以先架住发射桥的，解决战斗后又可堵截宿舍楼尾随。才说一半我就说不下去了，因为不服哥在炫离心的粉，哈哈哈哈哈！主播你说什么来着？回旋镖来的如此之快，主播别忍了，我知道你很想骂人，哪来的活宝啊？哈哈哈哈！我真的要无语了。开局刷卡过西大就算了，过完西大你先炫粉，我憋得脸色通红，一下拿起手机找俱乐部工作人员狂扣问号。工作人员对此表示遗憾，并等求又踢了。发消息扯皮之间，发射桥队伍已经杀到离心门口，2楼保险刚吃完的不服哥明显慌乱起来，他一个箭步躲到箱后，一边打药一边观察2楼门口情况。我以为他终于要开始认真战斗，也许他只是贪吃了点。接着我后悔我怎么会有如此荒唐的想法，因为就在下一秒，不服哥开门一个喷气大拉，从小门飞进了离心，随后没有一丝犹豫，当着直播间无数观众跳进福利大坑，进入罐子开小保险炫饭。我眼睁睁看着不服哥炫完小保险炫航空箱，炫完航空箱看油位和医疗堆，最后一个滑绳下去大坑吃大棉管。我实在憋不住，刷一下打开组队麦克风发问：兄弟，我问一句，你真的是来考核的吗？是啊，你知道我们这是猛攻考核，是要杀人的吗？
知道。那你现在下坑吃断头饭，是打算怎么杀呢？不急打吗？吃一口先吃一口。我有气无力的。如果你这样摆烂的话，我就直接宣布考核失败，退游戏，等下一队。听到要直接结束，不服哥终于有些急了，凭什么说我摆烂？又没规定考核不让吃饭。那你说说你接下来打算怎么打？等他们打完拉完闸，我埋伏一下。我正色道，如果你只想着偷人，再去野外捕鼠捡人头，那我觉得你的击杀含金量不够，你的成绩可能过不了关。不服哥开始叫喊起来，我只要杀到不就行了？凭什么说我成绩不过关？我淡然道，你别急着反驳，要不你先杀到9个试试。不服哥正要反驳，却听到头顶上哐哐作响，这是离心队追了过来。不服哥明显有点急了，他在这个位置没办法跑，而上面的人开始给大坑底下灌洞。露娜电剑手雷、乌鲁鲁燃烧瓶，还有红狼3连手炮，给不服哥在底下炸得上蹿下跳。最后在乌鲁鲁大人一记寻飞带起，不服哥闭上双眼，撤离失败。这位考生实力不够，回去沉淀一下。谁知不服哥又不乐意，不是说3取2吗？还有一把呢，哥你200一个头没人都没见到就死了。不服哥一下就毛了，凭啥取消我第3把？叫你们管事的给我退钱，那不归我管了，我直接踢走不服哥。主播看起来是要气笑了，不服哥的操作我800年都看不明白。bro 交5块钱以为买了主播皮验，没过多久，我等来了第3队考核者，双考 ID 航天菜菜和航天吉吉。这2位考生配合不错，实力也在线，就是运气差了。本来第1把拿下了11个头，接下来再杀7个就够了。结果第2把2人双倒只拿下6个人头。你们要考金牌必须再开1把。2人彻底闷了下来。我见状轻轻叹口气，这是硬性规定，没法更改。菜菜吉吉在一阵沉默中配好了装备，我简单加油鼓劲后，进入第3把绝密航天。落地宿舍楼，2人配合默契，一通操作直接光速带走西大门3人，这把应该过。忽然我听到2楼门外平台传来进步声，有人摸到2楼平台闪击你们了。我喊道，可能是中控楼复活的队伍。什么？2人猛回头，可吉吉露娜一转头架狙，一颗 AWM 子弹便敲在他胸口。落叶归根击倒航天吉吉，吉吉被击倒后心里只有一声卧槽，是个高手，可能是单3的，你小心点。菜菜心头一紧，没有多说，他回头上2楼踩住位置。见面的一瞬间，菜菜凭借先发优势直接开火，可对方直接原地一趴规避伤害，菜菜只打中3枪，堪堪接近碎甲，果真是6套。对方趁菜菜收枪的间隙，反手爬起，迅速定位开枪，头部胸部各命中1枪，菜菜直接大残，只剩半血。他连忙丢出 C4 喷气回拉，试图争取打药时间，可对方也立刻喷气跟进，越过 C4 的瞬间开启爆闪手电。菜菜躲在楼梯口花坛前，退也不是进也不是，对方再度丢出2颗 C4，将菜菜的位置完全锁死。菜菜被迫跳拉出掩体，开启爆闪抵死一搏，可子弹打过去，菜菜却不敢置信，他居然还有背甲。胜负已定，考核再一次失败。我叹口气，准备吸引对方过来帮自己回特勤处。听见动静，那威龙自然也发现了1号楼2楼的我，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只见那威龙切刀对着我摇头晃脑，像是在嘲讽示威。简单互动2下后，竟沿着楼梯下去，不见了踪影。过一会，我听到一员门口传来喷气声，对方朝中控楼疾驰而去。这时中控正爆发激烈的交火，即便是弹幕也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。谁家魔王单考啊？当着敌人考官的面把考生当猪养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 NTR？ 菜菜吉吉这对新考生集体陷入沉默。我语气平静开口，如果你们是这个态度的话，那我可以很明确的说，你们在这行干不久。菜菜低声道，老师考核已经结束了。考核结束了，那你们的游戏生涯也结束了吗？打的菜就练，把你们枪给我， M7 还是 M14 都行，还有5套2件都给我。菜菜仿佛意识到什么，我冷冷说道，敢当着我的面养我考生当猪，传出去我还混不混了？我再给你们一次重考的机会，下一局给我把这该死的绝行杀穿。菜菜急急露出笑容，那必须的必啊，今天必须当上老师的开山大弟子。某音榜单第1直播间中，好几人围坐在电脑屏幕前，为首者正激情解说。现在直播的是陈泽杯复活赛第2轮的比赛，当前选手是 Matt98，截止第2轮目前为止，黑瞳和重楼老师暂列1、2席位，98老师以12杀的成绩遗憾暂列第3名，希望第2轮他能取得好成绩。林树老师，你对98老师现在的局势有什么看法？这把的玩家战斗欲望都非常强，战斗结束的还贼快，这种去晚一步又少3人头，只能宿舍先养着猪。陈泽顺势接过话茬，我们这98老师运气确实不太好啊。林树点点头，我又想起来，刚刚宿舍看到的是女1把，那应该是个护子队，爱我们选手打法都很欧美啊，护子队照样养。林树笑了笑，这你就不懂了，陈泽老师，我们选手单3是最不怕护子队的，打起来基本不费事。2人交谈之际， Matt98 已经沿1楼复活点摸上中控2楼，侧身顺手偷掉阳台1人，另一人在保险房急忙回防，然而被 Matt98 2枪带走。看到2名队友倒地，阳台立刻传来一声滑锁音效， Matt98 立即喷气上前，本想追击，余光却瞥见中控2楼西侧镜头有探风。砰 ！Matt98 反应极快，抬手就是一狙灭队。哦呦，这一狙帅！陈泽和林树同时叫喊起来，直播间也瞬间爆发一连串的666。Matt98 头也不回朝宿舍楼赶去。菜菜徘徊在西大边缘，谨慎挪动着狙击镜。老师中控枪声停了好一阵，他可能要回来了，你们注意别开枪，我会漏动静让他找我。来了！菜菜突然出声，狙击镜中一个小小的黑点从中控后门跑出，沿大路向宿舍2楼平台推来，刚过中段还在跑。砰！一枪 AW， 菜菜应声倒地。原来对方早就发现了他的踪迹，吉吉你去救他，不用管我。
只要这一波我被曼98发现单走1号楼，那曼98就一定会优先抓我。这是赤裸裸的阳谋。隔着屏幕，林树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，露娜去救人了。女一单走1号楼，难道说他们老板上一波是没死过的？可以杀一个护子，再把老板养一波。陈泽也反应过来，那这一队能养满6个人头啊！博弈从这一刻开始了。门开了没见人，我踩在2楼楼梯末端，只露一个小头，在肾上腺素技能的加持下，以极小的身位探头皮，砰！一发338马格南敲在我耳旁，我立马翻越2楼栏杆。与此同时，一发虎蹲炮划破空气，在与左侧墙面接触后反弹至楼梯下。我翻越栏杆后顺势踩在栏杆上，临时造就了一个非常规架枪位，继而趁对方打出虎蹲的短暂后摇，直接小身位拉出直架。我 M7 果断摁下扳机，嘚，我迅速拉回身位。第二个照面，曼98头甲全碎，血量仅剩70点，我手不中一枪，直接穿甲掉了40点血。曼98眼中一凛，这个女一不简单。曼98放弃了弹药，并光速替换背包内的好头好甲，接着曼98大跳进门，喷气挪移至楼梯口，秒接爆闪。他要打女一一个措手不及，但迎接他的却是一簇浓郁至极的烟雾。曼98瞬间心中警铃大作，循着本能，他对着下楼位置穿烟盲扫，一阵强烈的心悸感攀上他的心头。对方竟然完全预判了他的突进，我露出一丝微笑，猎物终于上钩了。我顺势推出大招流萤，直接命中曼98，随后在残留肾上腺素的加速 buff 下，快步攀上航空箱前方的2层箱堆。我丢出第2颗致盲烟雾，卡在第一个小房间的阳台外，我大跳进屋，两人几乎同时打开爆闪手电，电光火石之间，我落地后顺势一爬，对着腿的方向一通乱扫。嘚，豆豆电竞红豆击败你还要继续练。红豆1v1单杀曼98，女一老板战胜了职业选手。这一刻全州震惊了，哎呀没打过。直播间内，陈泽和林树表情满是惋惜，老板都打不过，进场吧要不。是谁在比赛场上？这不是挂我吃。曼98打开麦克风，语气中带着疲惫，还有几分茫然。对不起，陈泽老师没打过，辜负了观众的期待。陈泽连连摆手，没事啊，失败乃兵家常事。在这个舞台你打出过天才少年，已经很欧美了，很厉害。哎，谢谢陈泽老师的舞台，我先走了。陈泽视线转向林树，林树老师连我都看出来了，这绝对是个大高手啊！那肯定啊，这人太细节了，这波指定棋逢对手。林树点点头，深以为然。另一边的直播间内，卧槽，老师牛逼啊！这就是3分钟倾图之人的实力吗？5套硬刚双6套 AW 单3选手，越级搏杀太夸张了，我轻咳一声，一般，他的实力确实还行，不过比我还是差上一点的。主播别装了，我知道你很想笑，打的确实牛逼啊！剩下的3人对在离心蹲闸时，被我们直接拿下。这局游戏最终以我爽吃800万收场。我刚出游戏，直播间忽然涌进了一大批观众。右上角观看数据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光速增长，这就是正面击败曼98之人吗？我当是谁呢？还真是考官发力。666考核局3分钟倾图，不去陈泽杯扬名立万。我在这里当一个小主播，凭空增加的热度让我一头雾水。啥情况啊？这是我还来不及搞清楚来龙去脉，就有人打赏了礼物，顿时喜笑颜开。感谢黑瞳和重楼大大上的礼物啊！祝2位大大打周天天出红，永远得吃。一旁的菜菜忽然品出不对劲来，我4爷老师，你给人曼98复活赛干烂了。还没等我说话，手机就一直疯狂乱蹦。我一看，居然是苏77打过来的电话。红豆老师，真是你在宿舍楼单杀了曼98？停，你们谁来给我解释一下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苏77耐心讲解2分钟后，我总算是搞明白了来龙去脉。苏77感叹道：“你是真厉害，当考官都能闹出这么大动静，以后成为顶流可别忘记提携我。77老师，你可别打击我了。好了，我就是单纯过来问一嘴，那你继续播吧。”菜菜急急的补考，以9杀的成绩成功通过考核，我4把连吃了4000万，这下是真的脱贫了。弹幕讨论的熙熙攘攘，该死，真给主播吃到饭了。主播4000万够了，该单3了。这一晚我足足考核到凌晨4点，才凑够5小时的 KPI， 中间又多考核了快5顿，结果直接给我打出今天13连跪。凌晨4点打完，我匆忙入睡，7点45睡醒，又是早8迟到局。我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睡就是3个半小时，等教室里的人走得七七八八，我才准备起身离开，目光却定格在教室门口。来人是骆婉婉，昨天切片视频传的那个人是你吧？3分钟15杀倾图，单杀职业选手。骆婉婉得意洋洋的笑，好生威风啊，红豆老师还开上直播了呢，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强的实力，就只会3脚猫枪法的小垃圾，还猛攻，哈哈哈！没我对象给你打的 KD， 你连考核的门槛都迈不过去。骆婉婉唇角噙着笑，你说我要是跟那个苏77举报，你还藏得住吗？我当是什么事呢？我拼命下压嘴角，拼命努力不笑出来了。去吧，随便你。骆婉婉脸皮一僵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说罢，骆婉婉便扬长而去。我回家刚登录社交账号，一条消息突然探出来，在马红豆老师有件事想找你商量下。我眉间一翘，骆婉婉的动作这么快，怎么了？你是住在红城对吧？对，现在还在。那太巧了，红豆老师，明天我要来红城出差，见个面怎么样？好的，苏77老师，那明天见。第二天，我站在约定地点布时看着时间，就在这时，我注意旁边一个女孩正走了过来，她穿一件绿色小熊 T 恤，绿色的双马尾随风摆动。女孩察觉到旁人的视线，转过头来，眼里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后变成了好奇的笑意。是红豆老师吗？是我苏姐，叫我红豆就好。苏77笑起来，那就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苏77。苏姐你实名上网了，懒得想网名，反正不说别人也不知道。
苏七七浅浅一笑，大中午的先去吃个饭吧，你点馆子我请客怎么样？这显然是照顾我那惨不忍睹的经济状况。两人一边吃着一边闲聊，我设想过两人见面的场景，或是剑拔弩张，或是走流程自证，但没想到是这样的展开。我终于忍不住发问：苏姐，你真的只是顺便过来见一面吗？听到我的询问，苏七七却突然捂嘴笑了起来，原以为你不知道这事呢，那我来的的确有些突兀了吧？看到我发愣的神情，苏七七笑得更开心了。坦白说，确实有人昨天举报你开挂和代打，管理层对此很重视，毕竟如果真的要碰你，少不了抛头露面，这种时节他们容不下任何意外。只是我不信。苏七七笑着把自己的手机在我面前晃了晃，我定眼一瞧，这不洛婉婉的微信吗？昨天就是他在后台给我发了条私信，举报你作弊代打，只是他输出的全是情绪，没有证据，但字里行间又好像对你很熟悉，那我可来了兴趣，我忽悠他加了微信好友。不过我一翻他的朋友圈，就翻出了些有趣的东西。苏七七又切换到洛婉婉的朋友圈，那是一张置顶的甜蜜恋爱合影，上面是洛婉婉和她新交的护航男朋友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她的男朋友我恰好认识，上个月她来豆豆电竞考过金牌护航，你猜怎么着？事后她拉来一起双考的人，验号查出挂了，非常经典的一绿带一红组合，当时我就给他俩永久拉黑了。我的表情顿时非常精彩，俱乐部的意思是找个机会让你线下自证一下，那现在没事就去网吧待会吧。两人寻到附近一家网咖，步入包厢，苏七七一边开机一边介绍道：是这样，我这有个特殊的单子，思来想去，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接。普通保底单按小时计费，但这个趣味单不一样，准确来说是苹果单。我摸起下巴，店里有这项目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确实也没有。人小妹妹平时跑刀就爱捡苹果，来之前也是吵着要我带她去绝密捡苹果。绝密捡苹果吗？那概率也太小了点。怎么定的价？168保888，摸到一个苹果加200万保底，这已经高于标准护航单的比例了吧？待会进绝密不用推太快，主要是护着妹妹吃饭。很快他就拉了一个叫小苹果的人进入了房间。小苹果下午好呀，苹果妹妹好，我是豆豆电竞的红豆，红豆哥哥好。游戏正式开始，复活点落在劳二组装车间，我去看劳三，好我驾劳二。小苹果你先在这搜东西哈。噔噔噔噔，豆豆电竞苏七七击倒贪吃的风，抽2元也算是航天必翅膀项目。我缩在劳二与劳三门口的小蓝车后方，正值架发射桥尾，耳边忽然响起脚步，我招呼苏七七回房，自己则寻找探头偷袭的时机。正当我准备拉出身为 pick 时，却忽然冒出一连串的火舌。M250轻机枪的重型弹头穿过蓝车，倾泻在劳二1楼门口。嘚嘚嘚嘚嘚，什么意思？看到人了吗？你就打。我呼吸声太大吵到你了。哇！苏七七顿时就警惕起来。我发现了不对劲，倒是挺像提前枪，像个鬼啊！哪有人 M250提前枪这么甩的？一玉苗白垩纪霸王龙皮卡，我眉头跳了跳，提前探头，防止对方拉伸位换弹跑路。嘚嘚嘚嘚嘚，但那把 M250依旧对着我疯狂输出，我只是一个照面不到0.3秒，头甲全碎且剩半血。要不是我反应快，这会已经躺下了。我勒个洞，哥们你逗我呢？你 M250用125发子弹的大弹母啊！还有这是什么鬼伤害？我6套怎么像张纸？我一个喷气急速闪退到门内，补上一颗 C4 防止前压。对面 M250打的仙弹，我脸上只有一个人，桥上不确定。刚赶到的苏七七脑瓜一愣，什么鬼6级仙弹？我看看怎么个事。嘚嘚嘚嘚嘚，好了，现在又多了个人头甲全碎且大砍，这人子弹批发的 M250仙弹6套也玻璃，他当白弹打，你俩真敢当白弹接啊？苏七七陷入了深深的迷惑，真是6级仙弹打史前枪啊！随后更离谱来了，对方居然带了2把 M250，对面可能就一个人。我拉枪线你 AW 争取一枪送走，对面威龙身位已经贴到近点，我捏紧技能等待着，枪声越来越近，直到对方抵近门口，我瞬间闪身冲出，开启喷气直接大拉至威龙正后方，我一梭子打穿厚重的6头，只是对方拉枪过来的第一枪就命中了我的头部。大苹果三角洲行动击倒豆豆电竞红豆，轰！沉闷的 AW 枪声同步响起，豆豆电竞苏七七击败大苹果三角洲行动，还好苏七七补枪足够及时，小苹果跑来将我扶起，挖红豆哥哥，他也叫苹果 A 好有缘，恐怕已经不是有不有缘的问题了。苏七七跑来看了一眼盒子，他抿着嘴看向我，好消息，他一个人的包就够保底了，你直接说吧，他包里放了多少个苹果？目测至少40个。大苹果三角洲行动，知名的绝密航天慈善家，仓库里的红弹比一些人的哈夫币都多，谁家好人打苹果单遇上大苹果啊？弹幕这会也是格外精彩，主播还好吗？挖好多苹果啊，跑刀都没见过这么多苹果呢。嘿嘿，哥哥姐姐你们是不是要陪我好久了？小苹果笑着凑到两人脸上，苏七七叹了口气，久的就怕你没时间打。这时直播间适时弹出一个大大的口，大苹果三角洲行动送出跑车，姐妹好枪，来自本人的补刀最为致命。此时此刻，宿舍复活的3人组刚吃完宿舍资源，蠕动到人去楼空的中控大楼，兄弟总裁都打冒烟了，我们去不去？不去，现在才23分钟。再说牢区还有2队人没出来呢，他们总要进核心区的。又过一会，在沙地门口趴窝的老黑忽然看见远处有黑点在蠕动，一威龙一女一和一露娜正翻越牢区，牢区的出来了，好像是护子队准备过2元，放他们走，我们过2分钟去桥下洞里堵。哼，阳台传来一声 SV98 狙击枪响，露娜惊怒道：你干嘛？不是让你放他们走吗？红狼不在意的收枪，他回头亲，你也看到我了，警告一下。露娜冷冷道：少惹护子队，你就让他看呗，掉肉还是咋的？你开一局核心区都听到了。行行行，下次注意，下次注意好吧。红狼翻了个白眼，老黑没参与到他俩的争执中，他谨慎排了一圈点，最终从门外微微探了个头。轰！豆豆电竞苏七七击倒喜欢采棉花，一局轰来弹无虚发，对面根本就没走。不是哥们，你又掉点干嘛？老黑张了张嘴没话可说，红狼上来就直接救他，可夫人独条还没到一半，苏七七的电击剑经门框反弹，射在红狼周围，慌乱之中他滑铲迅速后退。我 C 这特么是透吧？怎么知道我在这？又过5秒左右，一根露娜探测剑反弹折角射进中控，照出缩回阳台的2人。
紧接着沙地门口冒出女衣烟雾，两人疯狂开枪扫射混烟，但仅混中2枪，两人直接专心架住威龙，想要先找机会秒掉一个，但谁知威龙第一次探头，直接朝阳台方向打出一颗火蹲炮，坐在中控阳台长桌内的露娜直接被命中，红狼一下子就慌了神，本能探头直架瞄准威龙的方向，想要替队友架枪，只是苏七七早就锁定住他的位置，轰！豆豆电竞苏七七击倒好战的狼，又是一发精准的 AW， 败局已定。露娜刚站起身，就看见对面威龙的 M7 枪管插进了嘴里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豆豆电竞红豆击败又踹一条钩，灭队。另一边总裁两队已进入白热化状态，中间僵持接近10分钟，谁都不愿意第一个动手。而另一边黑市走廊内侧，3个人蹲着一动不动，就等战斗结束坐收渔翁之利。他们终于开打了，待会打完我们就上，要不再等会我怕中控来劝，你怕个蛋！中控2分钟前还在交火呢，哪有这么快？3人继续耐心蹲伏，总裁的枪声已经开始渐渐变小。这时蹲伏在楼梯口的风衣忽然听到些奇怪的动静，等会楼下好像有人来了，中控的吗？怎么会这么快？应该是人机脚吧。没等3人聊上几句，楼下传来急促的多人脚步声，有人应该是中控的。卧槽，杀心这么重！两人来到楼顶，对着3层楼梯上来的位置架好枪位，可下一秒，一根电击剑从2楼激射而出，经4楼墙面直接反弹到顶层楼梯口天花板上，逼迫架枪两人后退让出身位。最后一人无名悄悄摸到最后一段楼梯中段，准备先手偷袭。忽然间一颗 C4 贴到 3.5 层地面，迫使他稍微向上挪动，可没等无名走上2步，又是一个虎蹲炮，自 3.5 层墙面向4层反弹，他下意识就向上跑，这一跑让他撞上了向上弹跳的虎蹲炮，完蛋了！豆豆电竞红豆击倒带派布老铁。这 ID 怎么有点眼熟？这是无名成河前最后的想法。剩余2人在走廊交界处门口的玻璃墙聚手，一人 P 架枪勾引枪线，一人趴在左边售货机后准备探头偷袭。苏七七拉开手雷拉环，瞄点对准内侧走廊中段，掐雷 3.5 秒，将一颗顺爆雷反弹丢到走廊末端，boom！两人立刻被炸了个半残。威龙对准风衣撤退的方向一通扫射，豆豆电竞红豆击倒航天清道夫。幸存的红狼看看倒地的队友，又看看仍然发绿的丢包撒了一点，咬咬牙心一横，不走我跟他们爆了。爱兄弟，花来！启动超赞滑铲跳拉，战神起跳，战神睡觉。豆豆电竞苏七七击败枪一响我就倒。此时总裁也爆发了激烈的交火，等我和苏七七奔袭到现场，只留下一个刚刚中弹成盒的威龙，还有一个身上被贴了 C4 原地等死的女一。临行前女一还发了一句新年快乐。3人再次组局已经是几天后，小苹果一来就兴冲冲道，我们去绝行跑刀捡剩饭吧，我选麦小文。好嘞，那咱就去跑刀。落点劳3人直接原地一趴。这时2元方向传来 AW 的沉重枪声，紧接着就是噼里啪啦的交火声，或还有 AW， 这把指不定能吃不少剩饭了。现在还早来斗个地主先。今天的劳3依旧风平浪静，但3人并不知道，在距离他们仅仅100多米的位置，正聚焦着全网数百万观众的目光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现在直播的是陈泽杯决赛，今晚我和昊天、白泽以及林树3位老师将在此共同见证冠军的诞生。比赛已经进入白热化，现在钢牙老师以14杀暂居榜首。黑瞳老师你紧张吗？看我杀就完事了。弹幕齐声刷过一阵666，黑瞳接着退出2元前往中控。卧槽，帅，别炸我绝行兄弟了！黑瞳这个状态，不会真要又拿一个天才少年吧？黑瞳搜寻中控无果，直接滑绳过点前往蓝市，只是非常奇怪，蓝市黑市都没有发现人的踪迹，在黑市门口踌躇一会，黑瞳选择返回蓝市。这时蓝市外和总裁传来手雷爆炸和电剑的声响，这应该是2元那对老朋友吧？时间和位置出现的都很巧，我想也是。交谈话语之间，黑瞳已经和蓝氏斜坡队伍完成数次博弈，黑瞳几度滑身骗枪无果，一名红狼借着滑铲拉到箱堆后，但他立刻切出3连手炮，再配合 AW 镭射支架，将红狼重新逼回斜坡。关键时刻，对方女一露出极大破绽，黑瞳闪至掩体后切出 AW 瞄缝，一枪将其击倒。2元队被迫后撤拦车，黑瞳蹲在平面上，预瞄慢蹭拦车架点准，轰 ！AW 锁定又是一枪带走。然而陈泽4人欢呼声都未落地，黑瞳立刻切换 M14 换位，提前预瞄拦车右侧，疯狂喷吐火舌。匿名玩家997击败匿名玩家516，灭队。2元3人成功为黑瞳贡献5个人头。黑瞳眼神一凛，剑指总裁。对2，哈哈，要不起吧？我说红豆老师。苏七七的声线没有丝毫起伏，该出笼了吧？话说，走吧。挖七七姐红豆哥，密码防刷卫星锅了爱。小苹果你先搜着。苏七七笑道，遂面色一正，将注意力放在了劳2复活点的干员盒子上。无人打开，死亡狗牌清晰显出，2人一下子就认出这是什么情况。我去乌鲁鲁自杀盒，这是考官吧？不愧是排了快2分钟的局，上来就是魔王考核，这下乐子大了，谁的护子会很一般呢？3人来到2元附近，直接开启麦小文大招排点，确认没人，走近却发现2元上下2层没有一个干员的盒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无人伤亡 ，AW 响狙还有近距离交火，怎么都不像是大团圆结局。养猪看来确实是个大手，他应该是狙一个对一个，然后退出战场放他们服人。3人依次跑过2元管道，看到蓝氏斜坡上的3个盒子，3人都是一人所杀。此时黑市总裁走廊正爆发又一轮战斗，我去底下逛一圈，顺路去离心福利一带看看情况。别动手啊，与人为善。我满脸认真道，我们只求财不害命。苏七七径直从电梯井跳入黑市门口，然后在大厅瞧见顶楼一个端着 AWM 的黑皮红狼，他看见了他，他也看见了他，2人大眼瞪小眼。苏七七脚底抹油拔腿就跑，伴随着黑瞳视角晃动，林树一下子就发现了闪过的露娜。黑市有个露娜，还有一队14杀了已经。
只要再杀一人，不仅超越钢牙暂夺榜首，也将追平我们赛事的单局最高击杀。现在场上还有2队人，理论上养满的话能到26杀。哎呀妈呀，那我得多少台苹果手机啊？说着说着，几人却品出几分不对劲来。方才露娜还在大厅跑动，可等黑瞳一追出去，却连个影子都没有撞见。他没见人影又上花园，茫然的环视数秒后，又跑去蓝氏2楼平台，可转了半天，连一点脚步都没听见。直播间也纳闷起来，这人去哪了？好像是神人队出货了吗？这咋一直跑？黑瞳从楼梯口跳入蓝黑链接，蓝黑链接的航空箱依旧没人吃，这一队怎么这么奇怪？这露娜是哪队的？黑瞳一阵头脑风暴后返回总裁，确认脚步向总裁顶楼渐行渐远。黑市门口水池草丛一动，藏匿的苏七七缓缓站起身，缩在蓝氏的我和小苹果同步探出头。这哥们杀心真重啊，给我一个鼠鼠吓坏了都。你别叫，考核的时候你可没少杀。苏七七分析道，他在总裁很可能已经杀了2，等他处理完总裁一队，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。时间还剩7分钟左右，总裁的枪声依然没停。然而，就当我和苏七七踩住蓝氏和离心2个拉闸点，准备以逸待劳埋伏单3红狼时，中控楼的方向传来巨响，竟是一发巡飞弹直直射向了总裁。老大居然不是鼠，苏姐离心拉闸吧，把单3红狼引来我们这儿，你去架住中控队。苏七七没有丝毫犹豫，拉闸后直接跑出离心。还有人，可能和那个露娜是一队的。林树冷静分析道，看看黑瞳怎么办吧。黑瞳显然也有些不知所措，现在场上的局势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，一闪而过的露娜不见踪影，总裁队友比克不好处理，现在又冒出一个中控的乌鲁鲁，等等离心还拉闸了，场上到底还有几队？黑瞳心一横，给总裁补上一颗道具警告，随即快步来到中控。黑瞳脚底封烟，果断夺取花园曼德尔砖，罗砖瞬间就跳到了3星最高警报，人就在蓝氏拉闸。我冷静指挥小苹果，自己架住2楼平台出口的位置，检测到撤离点开启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2楼栏杆出现一抹黑影，我果断开火，大部分子弹只打在栏杆上。黑瞳冷笑一声，这点小伎俩骗不到他。黑瞳的身位极其谨慎，不给对方偷枪的机会。我指挥小苹果打出一个闪光，防止对方跳楼拉身位。麦小文，我等你技能丢完。黑瞳盘算着楼梯口，准备下楼正面硬刚丢技能。小苹果朝楼梯口打出第2颗闪光，并丢出数据飞刀封禁黑瞳技能。黑瞳轻蔑一笑，立刻趴在玻璃墙后，待闪光效果过去，黑瞳自信跳下楼梯，准备一举解决蓝氏的敌人。我嘴角微微翘起，打闪一起上，喊话瞬间，2颗闪光巡飞器分别打出，并立刻传来命中的反馈声响。黑瞳整个身体立刻紧绷起来，怎么还有一个麦小文？他立刻往脚下封下一颗黑烟并起身，可致盲闪光在烟雾散开前就已生效，霎时间他的屏幕变为一片茫茫的雪白，视野完全丧失。他彻底慌了，匆忙丢下第2颗烟雾，可闪光的效果过于强，2颗烟中间隔出了大片区域，而他无意间离开了烟雾范围，而敌方早已穿过烟雾，跳拉来到正面吞吐果实，甚至又补了一颗枪械爆闪。哒哒哒哒哒，黑瞳没有根本任何反抗能力，头甲秒碎，血量见底。匿名玩家134击败匿名玩家997。构造的小麦，一代魔王就此梦碎陈泽杯。完了，直播间爆发出了激烈的喊叫。构造的小麦，我们麦小文真是太有操作了。钢牙老师懂车帝要预付定金了，对面貌似是红豆，红豆又是他吗？好像有点耳熟。林树突然道，这不是上次淘汰我98哥的人了？陈泽的表情颇有些凝重，这未免也太巧了吧，能碰上2次比赛，准是小主播来凑热度的，这种人我见多了，来劝的时机这要巧，不是开了我吃，放屁人家开直播劈了1分半，人哥劳3斗了10分钟地主才出门。陈泽等人看了弹幕半天，感觉似乎确实是冤枉了别人。陈泽忽然想到个法子，爱兄弟们先别吵了，这样既然他也开着直播，我们过去逛一圈好吧。在另一边，我们刚解决完中控和总裁的2队人，红豆你好像又出名了。我这时才打开弹幕仔细查看，没想到短短几分钟，直播间又涨了好几万的粉丝，还有2个大大的打赏。我立即进入谄媚的营业模式，感谢陈泽老板送出的礼物，感谢钢牙老板送出的礼物。老板大气，从黑瞳直播间来的，你小子怎么每次都是你？快跑吧，猪波！黑瞳和 Map 98已经约好线下单杀你。看完一圈弹幕，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这可有点太巧合了。怎么说也算是个正当防卫。右下角忽然冒出一个好友申请，原来是陈泽准备拉自己进队。陈泽拉你进队？苏七七歪了歪头，去吧，错过这村没这店了。直播间一时热火朝天，主播半路帮黑瞳开香槟，结果香槟洒了，还把罪魁祸首叫过来，节目效果拉满了。陈泽笑了好一会儿才道，老师很有实力啊，不过老师今天是在接护航单吗？陈泽话锋一转，我就是好奇你们队怎么这么晚才来核心区，拉的还是极限闸？我淡然道，我们这小老板就爱到处玩。昊天哑然一笑，好刀带6套 AW 吗？我耸耸肩，可不是嘛，要不然也匹不到黑瞳老师。不过苏姐说，这 AW 跑局还是学昊天老师的玩法。我吗？昊天一愣，其他人顿时转过头一阵坏笑，几人用笑容掩盖掉话里行间的试探之意。陈泽也是面色一正道，好了，把红豆老师叫过来，也是想认识一下高手。下面一位选手已经等很久了，我们不浪费时间，红豆老师有空常来玩哈。一场由跑道引起的闹剧逐渐落下帷幕，但我不可能放过这一波天然的流量，今天就不打单3，我来给你们好好复盘一下黑瞳老师那局比赛，很有意思啊。主播还在吃铜血馒头，你说的对，但是构造的小麦，红豆老师还在编护。经过我一晚上的复盘，直播间人数和弹幕在翻倍增长，牛逼牛逼，原来是这样，那童子哥确实死得不冤。
双闪打碎冠军魂。可怜的黑瞳被小麦玩弄于股掌之中。我跟弹幕闲聊唠嗑到一半，直播屏幕中心升起一个嘉年华，我按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。卧槽，嘉年华 ！BBFPS 送出的嘉年华 ，BBFPS 好卖，兄弟好卖！我谢礼后顿感有些奇怪，这不是今天陈泽杯决赛选手吗？怎么突然过来送个这么大的礼？没等我脑袋转过弯，直播间又涌来一大批观众，感谢主播正义之行，祝我爱播勇夺冠军。主播没上桌 ，BBFPS 不敢动筷子。陈泽杯冠军幕后的男人，最伟大的操盘手，太性情了 ，BBFPS 哥。我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我无意中或多或少影响了比赛结果。人在家中做直播效果添上来，爱低调低调，不装把逼实在对不起自己的年轻气盛。运气好运气好，钢牙老师可惜了，恭喜 BBFPS 老师啊！以后常来哈做兄弟在心中。谁知弹幕破天荒的没嘲讽，反而一个个意味不明的笑起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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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主播笑完了吗？该我们笑了。黑瞳冤魂索命来了，主播你先别急着吹牛逼了，快去你们公众号投诉页看看吧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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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去领罚！我一愣，什么投诉什么处罚名单？我打开豆豆电竞公众号，赫然就是一则处罚通告弹了出来。处罚公告：处罚陪玩豆豆电竞红豆，处罚详情经相关举报核实，陪玩红豆在最近对局中质疑伟大、光明且正确的苏姐的出装思路和打法，并且频繁甩锅苏姐，屡教不改，性质极其恶劣。处罚结果：红豆需在未来严肃补偿苏姐5000万哈夫币，不得私藏大红。我终于知道离队找陈泽前，苏七七那意味深长的笑容是咋回事了。我满头黑线下的波，不就是甩锅？斗地主被刺，再卡了一下3星5费吗？咋还公报私仇呢？只因我在陈泽杯中单杀 MAC98，双闪打破黑瞳冠军梦，被网友剪成视频在全平台扩散，引发了玩家对于游戏生态的大量讨论。这人不是挂是什么？3分钟清图航天不开我吃，沟槽的小麦还我爱播冠军，这样的争吵络绎不绝。但是著名 UP 主三角洲经济学教父发布的一则视频逆转了舆论。为了测评红豆实力的真实性，今晚决定测评豆豆电竞，看看他是否有3分钟清图航天的实力。欢迎收看折磨护航系列。比起那些有的没的，我这回正在因为教父的单子跟苏七七大眼瞪小眼。什么叫教父失恋了？想开局在2元管道上抽几分钟烟？苏七七耸耸肩，什么意思？价格3000，没有保底和击杀要求，要求是2元开局复活，必须保护他在管道上3分钟，可以倒地，但必须在30秒内浮起来。如果未能在2元复活，就根据感到用时延长保护时间，只要完成1把立即结算。不是苏姐你给我做局啊？什么话这是？苏七七理直气壮，那打好了你可不扬名立万了吗？我忽然发现有点不对劲，爱不是你这么兴奋干嘛？你不也得一块打吗？语音另一边突然扑哧一下，啊，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打了？放心，我给你安排了菜菜，靠谱吧？666，我上辈子都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总之养豆千日用豆一时，去吧小豆子，向教父证明我们豆豆电竞的实力。教父晚8点准时开播，兄弟们，这里是三角洲经济学教父敖。我们今天的难题是保护失恋的教父在2元上抽烟，无论保底不论击杀，守护成功即结算3000元。卧槽，真有啊！我以为只是个段子，真有人敢接啊！不怕被细剁成臊子说是。教父顿了顿，接着道：规则大家也都看过，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角，豆豆电竞新晋金牌护航红豆和菜菜。教父好，直播间们观众好，教父好，我是豆豆电竞的菜菜。我们起装吧，规则看过都 OK 吧？没啥问题。开局落地2通，可谓相当走运。我和教父的直播间人数水涨船高，观众络绎不绝，还有多位主播出于好奇也点进观看，礼物也是一个接着一个。我刚落地便滑铲奔向停车场，朝劳大的位置疾驰而去。菜菜毫不犹豫封出大招长烟，数道作战靴踩踏沙地的声响由远及近。劳大的人到了，这个走法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砰砰砰！希诺击倒三角洲经济教父，大红抱到手软击倒航天菜菜，耗时30秒，3人闪现回特勤处，红红火火，恍恍惚惚，太好笑了。最速传说是我最喜欢看的抽2元，爽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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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爽。教父也是在私麦里笑出了声。兄弟们，教父这回有没有坑你们？这辈挂来了也不好使啊！我这回一个头2个大，下次再活2元，必须优先处理劳大的队伍。2人迅速换好一套新的装备，准备启动下一把。同样的剧情，菜菜刷卡开局封出长烟，我奔出2元。这一次，菜菜转头 W 枪口对准劳大。当我最后一次滑铲抵达既定位置，镜头打开的第一眼，我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2个红狼刚刚就位，正在对准天空秒点，这还得了？我毫不犹豫扣动扳机，豆豆电竞红豆击倒大醋坛，豆豆电竞红豆击倒努力屯鼠。我 M7 开火的同时，菜菜的 AWM 已经死死瞄准了假山。那假山上观测的队友明显方寸大乱，竟然露出一整个上半身。轰！航天菜菜击败黑巴陀，灭队。教父也不嬉戏了，卧槽牛逼，这也行？劳大死都没想到还有这种闪击法，不会真给他们2把过吧？教父还有备用折磨选择吗？没看够啊！教父见状苦笑一声，你们别嚎了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不能故意演人家啊，不故意演能无意演吗？游戏继续推进，清理掉劳大后我没有舔爆，转头就朝劳二奔袭而去。轰！劳二相位一人命中腹部90滴血大残。这时菜菜也以调转枪口掩护突进的我。菜菜封的烟是很有讲究的，他故意将烟靠右封，让教父靠右边站在烟里。在烟雾散去后，菜菜立即调转枪口反架中控桥，中控的 S225 对准2元一阵狂轰滥炸。教父的血量在点射中逐渐下跌，急得菜菜连忙给教父来上2针，随后转身 AWM 反架。轰！航天菜菜击倒爆破组泥人猫，确认被击倒者爬回阳台后，
菜菜再度调转枪头协助我进攻老二。此时我卡在打印室与组装室链接外的草丛中，在菜菜的 AWM 的支援下，我果断前蹭 pick 探底，一露头就噼里啪啦一通乱射。两个人正在吊装室里双重枪线直架链接，我绕到吊装，走小门摸进组装室，环视一圈，除去几个小兵外，并无他人。我踩在组装室与打印室链接边缘，封出烟雾制造隔断，随即滑铲冲过链接大门，上到组装室2楼。我稍微动一动，两个人就绷直身体硬架枪，大家就尬在这了。而另一边，二元通道烟雾持续不散，终于引起中控队的怀疑。他们无视菜菜直接向烟里开枪，传回的命中反馈也证实了他们的猜想。但无视菜菜的后果就是吃下2发 AW， 于是这边也同样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僵持。在阳台的中控不断被 AW 击倒，扶起来后又尝试抽二元，接着又被眼疾手快的菜菜补到。没多会，倒计时2分45秒来临了，烟雾散去，教父在吸了1分钟烟后重见天日。我的妈呀，兄弟们太刺激了，周围全是烟啊，终于散了。然而没等教父话说完，发射桥的一颗狙击子弹射来，正义的乌鲁鲁击倒三角洲经济教父，正义的乌鲁鲁击败三角洲经济教父。卧槽，这哪来的狙啊？随后2发巡飞弹从东区吊桥呼啸而来，我顿时头皮发麻，这多半是发射桥本地鲁原地上岛。我在内心默默叹口气，桥上有人上工位了，那这把差不多也结束了，这节目效果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小飞弹奶酪已经是天胡开局，给人护航判处无期徒刑来了。菜菜还不想放弃，他踩住管道架起 AW， 对堵桥队还以颜色。航天菜菜击倒一天不堵桥浑身难受。菜菜丢出烟雾遮盖发射桥的枪线，他确认中控阳台没人后，随后快步跑向教修 GDR 后勤长官击倒航天菜菜，这又是哪来的局？至此桥上双倒，本局挑战正式宣告失败。我叹了口气，原地打出3颗手炮自卫。孩子死了奶来了，无能的丈夫系列，主播算了吧，不可能的，这也太难打了。回到特勤处，菜菜突然开口，大哥，我好像被做局了，你知道我怎么死的吗？啥？你看这个回放。我点开视频播放了几秒，卧槽！教父一听，好奇心顿时被点燃。啥呀啥呀？你俩别光自己看啊，给我跟观众也看一眼。半分钟后，卧槽！画面中，宿舍楼的露娜打开1号楼2楼平台房门，架起 M700 高倍镜，准心视野中，二元方向一个小白点飞快闪，啪！随后就是一发精准的6级仙弹爆头，三人都看妈了，这特么不是挂我吃，好像还真不是。有1秒有跟枪，倒霉熊不是停播了吗？什么神仙对决，这一枪下去挂哥都是缓了。教父闭麦跟着直播间嘿嘿偷笑，完了，俩哥们开始怀疑人生了。哎呦，感谢黑瞳送出的礼物，哈哈哈哈哈！黑瞳的复仇，黑瞳红豆你也有今天。黑瞳老师，你说实话，偷偷撞车几把了？接下来3把给我干破产了。我换完号回来脸都黑了，开吧开吧。教父热情洋溢的为二人加油鼓劲，别灰心啊兄弟们，这不过是成功路上的绊脚石，这么多把打下来，菜菜已经有点受不了了。大哥，我有点想跑路了。菜菜的目光呆滞，大哥，这任务真的有办法完成吗？一定是有的。我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，只不过我们没找到。真的吗？菜菜苦笑一声，我沉声道，再开一把试试。三人再一次回到了自己忠诚的二元，菜菜刷开二元，三人进门却站在管道下没动，像是在等待什么。砰砰砰，来了，4发3连手炮准时到位。哎呦，今天晚上过二元的可都遭老罪了。忽然我除了手炮还听到了 C4 声，菜菜纳闷道，谁家威龙来绝航跑刀了？我听后却是面色一喜，随即切出北极星，教父你可以上去了，这把你就是在二元跳舞都没人管你。啥玩意？这下连弹幕都意识到发生什么事了。卧槽，大哥，大哥来航天主持秩序了。经典片段见惯，打打打打打，反应快的劳大队甚至都打起暗号了。见我们3人没有敌意，对面3人滑铲进来摇头晃脑，方才还用手炮炸我们的这个，就这样一挂泯恩仇。6个人齐刷刷踩在二元管道，一齐瞻仰天空。一位裸掉威龙一步迈出中控阳台，如神行者般在空中连续喷气，绕着航天护城河反复转圈，整个航天都只剩下喷气发出的嗤嗤声。龙哥今日再入陆地神仙境，斗宗强者当真恐怖如斯。应该不是寡，只是体力生满跑得快一点，只有绝对的力量才能缔造绝对的和平。没人想到二元抽烟的任务竟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完成了。菜菜凑上前来左右为难，教父着。教父很肯定道，正常结算一把，说到做到。我不搞文字游戏，但是这样完成任务，观众看不满意，你们自己也不舒服吧？菜菜汗颜。我忽然开口，语气斩钉截铁，我想我知道该怎么过这任务。大哥，你想到了？菜菜愣了半秒，这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挂来了也没法护住教父啊。教父听到这话也相当意外。我坚定道，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，在二元管道保护老板，要做的是消灭所有能对二元开枪的敌人。我眼中升起一团炽热的火焰，起装速开，落地中控。菜菜拿完砖跟我走，我去抽二元。我头也不回，直接走出中控大门。教父看着菜菜的背影，倒吸一口凉气。那个兄弟，我干啥都行啊，教父，反正3分钟记得上二元管道。我已抵达中控门口，架住二元，一串风衣长烟铺在二元管道，形成一条长长的走廊。砰砰砰，嘚嘚嘚嘚嘚，航天红豆击倒意大利炮轰塔。二元到俩劳大要推进，拿完砖跟我。菜菜把手忙脚乱磕要扎针跟进，这回我已经在拦车附近架好 AWM。果不其然，丢完手炮的红狼出现在了视野中。我等第二人在斜坡露头时，果断扣动扳机，轰！航天红豆击倒肉弹冲击，嘚嘚嘚嘚嘚。只可惜对方红狼也反应极快，受到伤害的瞬间风烟回身铲走。我去解决正面剩下一个，你注意停车场和沙地一线。果不其然，我刚打出击倒，露娜就从停车场最顶部探出头来，正好撞在菜菜 AW 枪口。
轰！航天菜菜击倒我只用一招，教父才刚开完保险，已经2队接近团灭。也许他们这把真的能成功。我继续指挥道：“二元和劳大残边你不用管，先把劳区剩下队伍摁在里面。”菜菜惊呼：“大哥，脸上2队还没灭呢，都是残边，怕什么？”我封出一颗黑烟遮蔽视线，滑铲跳至2元斜坡，2元内的救人声与打药声传入我耳边。我向2元管道下死角射出3发手炮，随后直冲打药红狼而去。但那红狼也是极为精明，听到我靠近，立刻取消打药。砰砰砰，手炮炸出，竟将1人击倒。既然一边打出突破口，我毫不犹豫转身就走。我滑铲进2元，却在越过门槛的瞬间，听到老黑小面包触发的音效。我反应极快，一个回铲出门，立刻规避了道具伤害。然而老黑却误以为技能命中，探头出来想补刀，结果正好撞上我的枪口。航天红豆击败9042，灭队。这会教父刚出中控桥，无所事事，但又担惊受怕的在门口晃荡。此时菜菜滑铲朝组装室靠拢，曼德尔砖的警戒等级很快升至2星。对面2楼也传来密集的脚步，滋滋滋滋，组装室露娜射出一根电剑至门口，压制菜菜的推进。对面貌似也没见过拿砖这架势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等到我抵达吊装室与组装室链接，时间刚过2分钟，开大2面包夹，2道不同方向的红狼开大声同时响起，一下子打乱了劳2队的阵脚。露娜急忙又朝链接补上一根电剑，我从劳3侧翼突入组装室 ，Pick 2楼无人支架，随后射出2发红狼手炮防止后压。大哥，他们后退去你那边了，小心 Pick！ 我从后面推，我很快就推进到了组装室2楼，一发沉重的枪声打在我身后，有 AWM 支架，一个在钥匙房，一个在对面相堆，给一颗手炮压力。菜菜及时给出道具支援，我快速踩在高点飞跃瞄位，航天红豆击倒溺水的人，剩下1人在组装车间。我和菜菜同时跃起，一个滑铲一个跳拉，那人完全拉不过来枪线，简单挣扎几秒，以颇为摆烂的方式光荣回特勤处。教父正在管道下整装待发，就看见我滑铲从他身旁路过，教父都看傻了。不是哥们，我要上2元了。我边跑边回头看一眼，发现教父还傻站着不动。教父你上啊，就这么上啊！教父快上快上，要超时间了。教父在最后1秒跑到管道中央，兄弟们，教父咋感觉这航天基地有鬼呢？他莫名觉得一哆嗦，最终忍不住脚底封颗烟。菜菜看烟雾散去，帮教父又补颗烟，然后又匆匆忙忙追打红豆。哎，你等一下！教父刚要张嘴喊停，菜菜小腿一蹬就要上中控桥了，只留教父1人在风中凌乱。现在我和菜菜各自踩住中控桥和中控楼2大要害区域，这帮宿舍的孙子实在太勾巴怂了。菜菜已经进步摸到宿舍区门口了，你接着摸我去核心区看一趟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提砖就走，确认2侧链接平台没人支架，大步流星走上花园。只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我在核心区转悠半天，曼德尔砖始终显示0星，会不会是藏在发射桥那边？可惜我带砖在发射桥门口晃荡一圈，依然一无所获。我回去策应菜菜先把宿舍楼解决了，之后我们再度巡查了一遍核心区，然而还是一无所获，人数不对。我皱起眉头，2人沉思之际，屏幕中心忽然跳过一行大字：火箭撤离点倒计时已开启。我和菜菜异口同声，发射桥果然活了人。霎时间，在水房附近的我枪口转向发射桥，教父顿时眼冒金光，还有高手，还有变数。果然，在最后2分钟又有事发生，飞升程序破解的倒计时声响起，他们都没进核心区旋反，接火箭飞升干什么？我和菜菜百思不得其解。菜菜带砖从花园推进，只是他刚到水池，曼德尔砖立刻显示1星，还在发射桥，可能在往火箭跑。等到菜菜踩进水池，警告已至3星，他马上反应过来，丢下曼德尔砖，人没走是诈骗。菜菜立刻往上桥绳索顶端丢出一颗黑烟，我立刻启动超载来到水池附近。菜菜正准备沿绳索上发射桥，忽然头顶传来数声细微的响动。菜菜一看，登时傻眼，5、6个比特小蜘蛛跳下围墙朝他杀来。卧槽，大哥有埋伏！菜菜根本没反应过来，直接被5只小蜘蛛原地放倒。航天蜘蛛人击倒航天菜菜，我瞳孔一缩，居然是暴雨梨花蜘蛛流。我急速向鼠道靠拢，拉远距离，并趁对方没赶到时拉到拦车附近。有2个人到拦车后面了，倒在撤离点的菜菜不停地抱着他，又被拦车后的敌人迅速补掉。现在信息是我唯一的优势，对方并不知道我的位置。双方在等按飞升电脑的人回来，对方能来的路径不过3条：走大桥，在桥上架枪；走大桥中途跳车来鼠道；走小桥从底下过。赌小桥有架住对方的2种可能性，事实证明我赌对了。咚咚咚，一道身影落入鼠道桥洞的集装箱上，紧接着一发 AWM 子弹射出，航天红豆击倒不是无情物。我调转枪口切换 M 气不掉人。另一边拦车，通向水池的路径扬起数颗烟雾，轰！抽奖性质的一击未中，我同步丢出一颗烟雾滑铲换位。凭借红狼强大的机动性，我仅10秒就踩上了发射桥缺口，脚下拦车的敌人顿时慌乱起来，又是一狙，可惜只狙中手臂，见队友被架，比特一颗主动烟雾贴到滑索墙边开启，滑索位顿时烟雾缭绕，只可惜烟雾覆盖范围不准，还在水池的比特立刻封烟准备换位，可惜我不会给他第3次机会。轰！航天红豆击倒春带江南花，2人已倒，胜利的天平彻底倒向我。我再度启动超载，对方似乎准备向桥洞转，我借助大招的巨额移速，直接向后方纵身一跃，正好对上想逃跑的比特。航天红豆击败航天蜘蛛人，灭队。教父的心嘎巴一下，终于死了。不是，这人怎么这么能打？你没有对手的吗？牛逼，这波换位学到了，3比特这能给他翻了。教父无声叹气，2把血亏6000，红豆老师还是牛逼啊，不愧是考核单局3分钟15杀的男人。教父挠挠头，呵呵，过奖教父。
主要是你给的实在是太多。教父闻言顿时一阵肉疼，爱主要是兄弟们想看，出点血就出点血了，嗨，恭喜你们啊！那今天就这样吧，以后有什么好玩的再来找你们。等会儿教父，我突然喊住教父，你不能走。听到红豆喊话，教父一愣，咋还不让走了？不是已经打完了吗？是这样的，教父。我严肃整顿表情，您下的单子无论如何都算大单，我们自然要拿出120分的服务精神。开局也连续炸了10几把单嘛，确实客观上造成您体验不好。按照俱乐部的标准，必须给教父补单。教父眼睛一眯，这给俱乐部打广告的用意未免太明显。炸了这么多把，必须给教父您狠狠补单，不补完不结单。我对菜菜正气十足道：“你先走吧，我个人决定不能麻烦你一块陪着。”一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姿态。菜菜只好顺水推舟答应道：“那大哥我先走啊。”教父目瞪口呆，这任务本来就很难了，难道你还打算一个人接吗？我拿起手机拨通一个号码，2秒后苏七七的手机亮了起来。苏七七表情瞬间石化，不情不愿接起电话。他直播间也几十万人看着呢。红豆老师，我正休假呢。没等他说完，我的语气异常诚恳：“苏姐啊，之前双排干的一些事的确是我不对，俱乐部处罚我5000万哈夫币，这是对的，我认罚。现在刚好有空，苏姐快上大号带你得吃。”此刻的他突然能理解教父的心情了。豆豆电竞苏七七加入队伍，教父更猛了，咋又来一个人哦？教父你单子不是不用吃饭吗？正巧我还欠苏姐5000万，给苏姐吃了正好。此时直播间更是人声鼎沸，几百年没见过这么精彩的好活了。3人落地宿舍楼，我开1元你包西大，教父你跟着我就行。苏七七不情不愿掏出 M14，熟练越过宿舍水池翻到平台。这时西大烟雾缭绕，已经有人刷卡。苏七七对着西大就是6颗3连手炮，砰砰砰！豆豆电竞苏七七击倒贪吃的风，西大的人硬是顶着苏七七的火力，强行刷开西大，显然是爱黄金大于爱兄弟。此时我已经刷开1元，一杆大狙正对西区大门，轰！航天红豆击倒思念念成海，最后一人迈开腿正要朝蜀道跑，苏七七已经追到脸上，枪口尽情倾泻火焰，又是闪电攻势开局速灭一队，太狠了！西大啥也没干，开局就会特清楚了，不会真要被他摸索出一套2元抽烟方法论吧？我迅速收枪滑铲跑向中控桥，苏七七顺着福利室门口向前，我去杀敌，你从蓝市包抄2元。我狙击镜瞄向远处，2元此刻烟雾缭绕，怎么这会还有烟？几乎在一瞬间我就反应过来，有同行想在2元抽烟的不止教父一人，我顿时来了兴趣，拔腿就朝2元走去。可没走一会儿，前方集装箱堆处传来有序的暗号，一只哈基风从箱子后钻了出来，并迅速脱下头甲枪，胸挂背包。我瞥了一眼，便扭头跑向2元，顺路捡走6套当备甲。我没有时间俘虏你，想投降可以去找教父。拼老命跟上的教父对上一脸懵逼的哈基风，怎么顺路还抓了只鼠呢？我踩住中控桥开镜瞄了一眼，2元又有人补上1颗风衣长烟，然而没等我看个明白，烟中突然冒出个超级大嘴炮，轰！我血量秒掉40滴，幸亏这一狙只是命中手臂，对面也是高手。我立马顶着伤害跳下中控桥，打好状态后，借着中控桥一层的缺口探头，攻击不了你，还攻击不了你的软肋吗？哒哒哒哒哒，枪火穿透烟雾传来命中的反馈，那保镖立刻急眼了，抬狙就往我露出的枪管上抽。教父看到这一幕莫名暗爽，这样看着别人挨抽也爽啊！我故意控制着一个区间，不至于把那老板打死，也不让保镖好过。突然弹幕有人品出几分不对，等会主播好像又撞车了，撞到谁？这么大的三角洲他怎么老是撞到人？ Danking 撞到蛋神了，蛋神和 AK 在一起玩，现在栈桥上的就是蛋神，红红火火恍恍惚惚，那 Danking 要遭老罪了。苏姐待会别把大蛋老师送走，把他保镖打了就行，你不怕夜长梦多啊？没枪的女一有什么好怕的？正好教父闲着无聊，让他和大蛋老师在2元互相点烟。我从蓝车向停车场前进，苏七七继续从蓝市推进。另一边，老大死完了，老二又来一队 ，AK 哥中控桥上来一队，可能是宿舍过来的。AK 愣了，宿舍这么快？你顶一下，你顶一下。我打完老二过来。这时的 Danking 在 Obake 直播间，加油，坚持住，就剩不到2分钟了。Danking 笑嘻嘻的看着2人操作，大蛋老师你撞到苏姐了，快跑啊蛋神，他们正在来抢你2元管到位，包过来了，包过来了，我靠，撞到我苏姐了。Danking 刻意露出夸张的表情，他不是在 OB 别人直播吗？哦，自己被拉下场了。在弹幕爆点后 ，Danking 一阵鬼哭狼嚎，救命啊 ！AAK 有人来逮我了 ！AAK 朝2元方向看了一眼，哒哒哒哒哒，突然劳大几发金弹就敲在了他脑门旁，其中1颗正中头部，血条直接掉了一半，吓得 AAK 赶紧换位尝试补血。回不来啊，蛋哥 ！AAK 一边跑路一边喊道：“老二跟条疯狗一样在追，这回抽不开身。卧槽，平时那么猛，这回咋就指望不上你了？”15秒，风衣烟雾即将散去 ，Danking 丢出刚刷新好的致盲烟，烟雾重新蔓延2元，但 Danking 忽然发现几分不对，女一烟雾怎么是黑色的？这时 Danking 耳边响起由远及近的响，霎时间一只开大的红狼滑铲从面前飞过，他愣了一秒，红狼不是在老二吗？啥时候回来的？紧接着一阵透心凉直冲天灵盖，这特么是另外一队的红狼，2元对面来人了 ！Danking 大声喊道：“保镖风衣这回正跟逼近2元的我互相劈。”听到 Danking 的喊声，一下就愣住了。什么叫2元对面来人了？这才2分钟，怎么就来了？他找机会正准备瞟一眼，然后转头的下一秒，苏七七硕大的 M7 枪管已经塞进他嘴里，保镖风衣的大脑立刻过载宕机了。嘚嘚嘚嘚嘚嘚，一阵枪响，风衣悲伤倒下。豆豆电竞苏七七击倒扶你几次还倒，护驾护驾有人行刺 ，Danking 一个劲儿大喊。AAK 看到倒人信息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完了这把又没了。Danking 已经准备好回特勤处了，但他忽然惊奇的发现，
苏七七放倒风衣后没有接着对他动手，反倒是等烟雾散去后，贴心的帮他补了颗烟，耳边又响起熙熙攘攘的响动，似乎二元又多来了几个人。Danking 斗着胆子朝边上靠了靠，尝试观察情况，刚好撞见脸上的两狼一疯一女一，吓得 Danking 原地起跳。卧槽，见鬼了！什么情况啊？我和苏七七见 Danking 这反应，没忍住笑出了声。尾随的风衣也是蔫坏的，戳一下 Danking 的腿，威胁脱装备上钩。给，就这点东西都给你。Danking 哭笑不得。苏七七转头望向老大 ，AK 还没回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仔细思考一会，露出坏笑，把 Danking 劫了，跟 AK 说，不把对面杀完，咱们就撕票。苏七七眼中光华流转，你小子鬼点子是真的多。教父愣是也看懵了，还能这么操作？大哥别动手，有事好商量。哎呦，感谢苏姐打赏的礼物。同时一个醒目留言飘过，活着可以，让 AK 把牢区的都杀了，不然马上撕票。Danking 嗅到了其中蕴藏的节目效果，好 ，Danking 立马双手抱头做投降状，我马上让他照做。蛋哥坚持住，我马上就杀回来救你。AK 气势汹汹喊道。等会 ，Danking 大吼一声，误会都是误会，你赶紧清掉牢区，快，我要没命了。清完赶紧回来向我苏姐投诚。什么情况？弹幕一下子跟着乐翻了天，哈哈，还能这么玩吗？路边一条，谢 Danking 已令 AK 这一手玩得妙啊！打三角洲也是要讲兵法的。3分钟时间即将结束，我想起来自己也是有抽烟任务的。来，教父你也站上来，你俩当个伴，他也失恋你也失恋，正好一块互相帮着点烟，这对吗？别害羞嘛。二元管到这地方一个人抽多无聊。教父转念一想，好像还真有点道理。半分钟后，两个女一面对面大眼瞪小眼，教父与 Danking 在此刻完成了历史性的会晤。哒 ，AAK 击败 Red 电竞西红柿灭队。Danking 转头对着苏七七谄媚的笑，苏姐老大杀完了。苏七七满意地点头，那你陪教父一块站满15分钟吧。没问题。AAK 被我们团围住，等我杀了枪我交了，能不能给我和大哥放了？你们不是也要上二元抽烟吗？那我干啥？一直蹲正啊。我认真思考一会儿，爱你让他把打的盒子搬过来。苏七七很认真的说道，我们打的不搬吗？卧槽，你是魔鬼吗？得知自己这把任务的 AAK 天斗他，世上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？快去，你不去我命没了嘞。Danking 也在一旁催促。AAK 伤心落魄的离开了二元，开始勤勤恳恳的盒子搬运工作。我和苏七七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折磨完教父后，我心满意足的睡去。忽然有一天，我后台收到了一条消息，打开一看，居然是大苹果。弹骂红豆老师，大苹果老师怎么了？说来话长，长话短说，最近及时更新，单3买不到苹果了。我看你们直播天天在跑，可以帮我问问小苹果妹妹，能不能接济点我呀？好小众的中文，这我得问问小苹果。好呀，谢谢红豆老师。返回三角洲主界面，红豆哥哥我们还不开吗？我斟酌了一会儿，说出大苹果的事，没想到小苹果非常爽快的答应。哇，是大苹果姐姐吗？小苹果眼里闪着光，她的审美也很有品味。红豆哥哥快拉她进来一起玩。得到小苹果的答复，我拉大苹果进队。Hello， 大苹果的声音充满活力。直播间的弹幕纷纷飘过一串问候。主播，你说把谁拉进来了？我来个大苹果啊！主播打算一护二大小苹果了，不愧是能护教父上二元抽烟的男人。大苹果姐姐好。哎呀，这是小苹果妹妹吗？你比直播看到的还可爱。姐姐是要我帮带大红包苹果吗？对呀，大苹果自信满满，你们只要卡战备就行，不用带枪。看我杀完带你们肥得吃。大苹果立马换上6套装备，端着经典的125发 M250，这一把落地发射桥，刚落地我就朝发射桥2楼跑去。西大3个准备开卡，然而没等我刀掉第一个盾兵，耳麦中传来大苹果的呼喊：让开！我下意识让道，紧接着身旁飘过如同洪水般的枪火，噔，我倒吸一口凉气，红弹啊，暴殄天物啊！姐别打他，打我吧，求你！我站在高架旁，望着大苹果从断桥一边泼到另一边，轰隆隆的 M250咆哮声传遍了整个南区。离心市3只小麦纷纷望向发射桥，放鞭炮呢。这时肯定是东调开桥和发射区干起来了。那咱们劝不？你傻波一啊！咱们3个女鬼刘麦小文，你要水吃干发射桥啊！黑市内3人已经埋伏在不同位置，桥上刚刚到底在干嘛？他们到底在跟谁打？清人机，4级弹泼水清人机，这也太豪横了！停，正门有动静来人了！3人静声专注瞄准门口。露娜踩在密码房旁边，借助楼梯扶手预瞄右侧头皮位，忽然底下直接朝他打来一连串子弹，一发命中头部，挂！对面无视野卡视角打我提前枪。露娜面色惊恐退回密码门墙后，但她思考一下又感觉不对，好像也不是吧。红狼疑惑探头，噔，大苹果击倒60帧轻薄本。卧槽，对面是大苹果！迟来的威龙瞪着眼睛，他纯超能力6弹提前枪排底，这波拿下我们赚大了。他一般都是单3的，尽量双拉或3拉他。威龙耐心布置战术，但他话都没说完，黑市正门忽然推出女一大招，露娜当即中招。你特么不是说他单3吗？退！两人退往黑市内部的2扇门，威龙连封2颗 C4 段位置，然而对面的抡枪就往里冲，2颗 C4 愣是1颗没炸到。下一秒噔，威龙的5套见面就被1秒融化。露娜刚要过来补伤害，面前就精准封上1颗致盲烟。露娜暗骂一声，想要转移位置，可她都没来得及走，正门方向就推来第2个大招，刚好命中她退后的方向。露娜只能眼睁睁看着血条一点点下降，然后被大苹果当人机清掉。大苹果击败不想洗头97灭队，开饭！大苹果兴冲冲跑向楼梯，上楼上总裁，今天本姑娘要清图。3人刚踏入通往总裁办公室的走廊，耳机里便毫无征兆的响起蕾丝的专属 BGM， 我心里咯噔一声，完蛋，刷到双 buff 入侵事件了，这可难办了。
我摸着下巴，大脑飞速运转。然而我的思绪刚起个头，就被一阵的 M250 机枪扫射声粗暴打断。嘚嘚嘚嘚嘚嘚嘚！只见大苹果像打了鸡血似的，一个灵活的滑步蹭到门口边缘，枪口对准室内就是全面压枪扫射。屏幕上瞬间刷出击杀提示：大苹果击败雷斯，大苹果击败阿萨拉首领护卫。7、8秒后，枪声骤停，大苹果拖着半残的身体，回头丢下碎完的特里克6甲，然后接着嘚嘚嘚嘚嘚，给我看得目瞪口呆。要不怎么说幸运是勇敢者的奖励呢？跳上去就让他刚好抓到雷斯僵直的汤米，居然先手给最麻烦的雷斯秒了。雷斯拜见唐王大人，这就是极品糖之力吗？不过没多久，劳塞招牌机枪 M249 疯狂喷吐火射，哒哒哒哒哒！行政长官赛伊德击倒大苹果，哈哈哈哈哈！唐王神盾也是有限度的，肯定是杀了刚刚那个人被劳塞误会了。跟劳塞对枪嘛，那很有生活。我熟练的利用拐角视野插摸镜后，用北极星悄无声息的解决了残血的赛伊德。另一边，小苹果已经将大苹果扶起，几人抓紧时间打要修甲，但我敏锐的察觉到一丝异样。今天的航天基地安静的反常，楼下离心方向忽然枪声与技能交织，大苹果立刻来了精神，有人打架看看去。3人悄悄移动到黑室一侧的走廊，透过玻璃窗观察离心区域战况。2只麦小文跟没头苍蝇一样，从离心机2楼的平台仓皇跳出，一边拼命奔跑，一边神经质的频频回头，仿佛身后有很恐怖的东西在追他。不到2秒后，一只红狼从平台到花园的隘口滑铲飞出，对准落后的麦小文开枪射击，直接被一梭子打成血舞。补完人后，对方似有所感抬头，威胁似的拿狙瞄了会，随后径直追赶另一只麦小文，杀心这么重，直播间弹幕却突然热闹起来。卧槽，这不我童子哥吗？好巧啊，哈哈哈哈！你黑瞳哥正在追杀构造的小麦，就是说麦小文猎杀计划，他还是没原谅红豆老师吗？黑瞳哥要来复仇了。听说打完陈泽杯决赛后，黑瞳老师启动了小麦猎杀计划，是要逮捕100只麦小文。红豆哥哥，这是上次那个很惨的主播吗？小苹果眨巴眼睛，这么说倒没问题。我挠挠头，就是有点恶语伤童心了。我转头望向大苹果，老板，我鼠标和键盘感冒了，我丢包撤了。航天花园水池，仅剩的一只小麦一路狂奔。TM 这人神经病吧？扫他一下就要下来干我们，快跑快跑，赶紧丢包！这人纯有病！轰 ！AW 轰鸣声响，小麦含恨闭上了双眼。明明离桥洞就差一步，不远处水池高点。兄弟们，我们猎杀计划已经达成72100了。黑瞳气势汹汹，主播最瞧不起就是选3个小麦的，看主播给他们打的抱头鼠窜。牛逼克拉斯主播，杀了小麦冠军就能回来吗？黑瞳余光突然瞥见一行弹幕。主播，你撞到你最喜欢的选手红豆。听到这名字，黑瞳呼吸一紧，随后迅速搜索红豆直播。片刻后，他抬头望向走廊，错愕的视线与其中一只女一交错汇合。黑瞳扎上疯狗针，一个箭步就往黑市绝死冲锋。我顿时警铃大作，苹果退回总裁。黑瞳滑铲推进到黑市走廊末端。兄弟们，他们现在是留腿队啊！黑瞳冷笑道。AWM 切换镭射巨枪，果断探头，预瞄白色大箱后，一道女一红皮的身影闪过，轰！命中传来反馈，却未能击倒。他紧接着再度探头，提前狙一枪，这一枪更是直接狙空，想骗我枪线？黑瞳冷笑一声，这种手段有点小儿科了。轰！探头再开一枪，没有命中。主播码完了，烧火棍不如换步枪，对面甚至都没想开枪打你，纯被骗了6块钱。黑瞳嘴角一翘，快速切换主武器的同时，向红豆的位置发射3连手炮。滴滴滴滴！我立刻寻找死角趴下，手炮炸响刹那，黑瞳开启红狼大招，滑铲大跳，大身位横拉，但是在他出掩体的刹那，狂风暴雨般的子弹倾泻而来。嘚嘚嘚嘚嘚嘚嘚！黑瞳瞳孔一缩，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。特里克几乎碎完，黑瞳连大苹果在哪都没看清，就被迫直接滑铲拉回走廊。另一边，大苹果还在沉浸式泼水。嘚嘚嘚嘚嘚嘚嘚！我左右横跳确认黑瞳逼退，然后赶紧制止大苹果。行行行，可以了，不用泼了，人都走了。嘿嘿，以前没泼过这么久。大苹果讪讪收枪，语气中尽是意犹未尽。之后又是快5分钟的战斗，双方围绕总裁反复拉锯。我照常小身为蹦跳骗枪，大苹果则始终贯彻火力至上原则。黑瞳不动，那他们也不动，双方仿佛无事发生。除了黑瞳的满6甲，从125修到52552。黑瞳妈了，黑瞳哥，我们丢包吧，他们太卑鄙了，一定是麦小文干的。回家吧，童子哥，回家吧。对面这啥阴啊，乌龟流太恶心了。黑瞳咬紧牙关，再拼下去，一个不小心他就回特勤处了，必须补给一下。这时黑瞳想到被他追杀的3个麦小文，对啊，我还有好多包没舔呢。兄弟们等着哦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黑瞳凶巴巴道，等我先去舔个包回来再打。黑瞳转头要走，余光瞥向楼下花园，面色一僵。花园小麦盒子门户大开，光秃秃的仿佛被蟑螂啃过。远处2只哈基风吃的白白胖胖，甚至还有一个穿着6套，2人美滋滋就朝丢包撤跑。我造我的包，构造的哈基风。黑瞳顺着窗户直接跳下楼梯，甚至还摔掉了10几滴血。可他这回顾不上这些，黑瞳滑铲穿过卷帘门，直奔发射桥。这2老鼠肯定是吃饱了想走飞升，打下一根体能激活针。黑瞳跟疯狗一样往上冲，滋滋滋滋滑绳上桥，确认没人直架。黑瞳往右封烟滑铲拉出身位，又踩上高架占领制高点。忽然屏幕上出现一抹红色光芒，老太！黑瞳立刻匍匐趴下，砰！一条冰冷的枪线从头上划过，打得黑瞳冷汗直冒。偷包的鼠压根没上发射桥接飞升，那人在哪儿呢？黑瞳急切点开地图，就在打开这一瞬，丢包撤离点由绿转灰。我操！黑瞳抄起 M14继续朝丢包跑去，至少还能剩下1个。忽然黑瞳视线中，一只哈基风打开了小米之家的大门，双方视线交汇，哈基风愣住了，黑瞳也愣住了。然而就在下一秒，
就听那哈基风恶喝惨叫一声，变成干员和消散在空气中。黑瞳此刻一脸懵逼，看到我就自杀什么意思？你都不挣扎一下吗？黑瞳一句话也不说，重新翻进黑室。他站在走廊靠近黑室的门口，视线望向总裁，陷入沉默。平静的弹幕都害怕。童子哥不会到心破碎了吧？以后我再也不说你白瞳，可劲吃我铜血馒头吧。艾博这仇咱不报了，兄弟们人的能力是有极限的。黑瞳一脸看破红尘的从容。我从短暂的游戏生涯当中学到一件事，一个入越是执着于猛攻，就越会栽在无法预料的状况。只见黑瞳嘴角微微翘起，霎时间掏出一把 Lucy， 随即开火，哒哒哒哒哒哒！兄弟们，我这把不做猛攻哥了。你哪来的 Lucy？ 主播，你不是号称最欧美之人吗？最欧美之人打暗号。黑瞳打着暗号乐呵呵道：“你看你们这些弹幕，天天裹挟主播欧美欧美，打得慢一点就骂主播欧美区。”这回的黑瞳已经彻底放飞自我，打暗号怎么了？打暗号也是玩法的一部分。红豆听见暗号也是一脸懵，手机响动，黑瞳发来消息：红豆兄弟，刚刚我表弟顶号，不知道哪夺射来的 M14 和 AWM， 还给你们打了，简直不识人，对不住啊！其实我一向是鼠鼠来的，吃斋念佛从不杀生。M14 和 AWM 我放丢包撤了，待会带你们去拿。童子哥，你的精神状态还好吗？望着5252的6级甲，我不禁陷入沉默。最终黑瞳穿着人机装跟我们3人一起撤离了。滴滴滴滴，位置暴露。这把我刚从蓝车出来就被探测键照到，对局过去3分钟，劳大往劳3射箭，难道是挂？弹幕忽然飘过一串特别留言：主播我们排到你了，准备受死了，要和粉丝撞车，来来来！原来是粉丝，还挺有武德。大小苹果在蓝车趴住，我则从劳3复活点踩到高架，劳大门口，3人正兵分2路朝劳3杀来。擒住豆哥，我们全都肥肥撤离，一个人走劳2，剩下2个上桥包夹他。轰！一发 AWM 从我身侧擦过，我笑了笑往前跑去，随后跳上栏杆朝外面一跃而出。威龙和露娜猝不及防，2人对准我的方向匆忙开出一枪，然而我在空中喷气后拉，2人的 AW 子弹打空，我喷气后跳踩在高架横道的栏杆上，随后向前切出大狙开进，一只威龙正在马路上急速跑位。轰 ！Triple A 苹果批发击倒，等我抽根芙蓉王，我抓住露娜愣神的几秒，轰！命中腹部90滴血，吓得露娜赶紧收枪跑路，她躲到安全的箱子后，一边打药一边骂街：这 TM 还是人吗？别救我了，你试试对枪吧。露娜听这话立马气笑了，你真是躺着说话不腰疼，你看看我血量了。此时红狼刚悄悄从劳2摸到高架底下，启动超载，红狼烽烟滑铲冲上2楼楼梯，我迅速调转枪头开火，哒哒哒哒哒哒！Triple A 苹果批发击倒草莓味小王子，兄弟你干嘛？一波操作给露娜看傻了，没道具不喊队友硬冲啊，这还玩个蛋！露娜对天哒哒哒哒哒，然后脱下头甲枪，胸挂背包。苹果啊，你们说放不放盘啊？那就放了，自己丢包。大苹果摆摆手，然而异变突生，一发子弹洞穿了趴地露娜的脑门，四下里登时一片寂静。卧槽，我粉丝呢？我那么大一个粉丝呢？远处打印室门口，护航露娜踩住狙击位，语气中说不出的愉快。打暗号的都来了，菜就多练整这些花里胡哨。护航威龙轻蔑笑道，剩下这队估计也挺菜的，居然还想着接暗号。女一老板兴奋道，快把他们杀了，我这把要拼一个5AW 的包。露娜张弓搭箭，滴滴滴滴，是2只女一。护航露娜冷笑道，什么档次和我们老板用同个干员？轰，笑容戛然而止。Triple A 苹果批发击倒狗熊领狗熊，老板倒了。轰 ！Triple A 苹果批发击败狗熊领狗熊，2枪补人，你们2个不是顶户吗？人都给我补掉了。老板别急，我们是专业的。我推进到吊装室内，对准劳大门口方向又来一枪，名牌打法实名宣战。对面2人听到吊装室的动静，果然开始行动。组装室侧门忽然打开，滴滴滴滴，一根探测箭直射出，我的身影顿时暴露。你俩愣着干啥啊？上去打啊！我都快臭了。躺在地上的老板催促道：“你去另一边侧门绕，我打道具，一起冲打他近点。”露娜张弓搭箭，对准红豆的位置开始灌道具，滋滋滋滋没有反馈，对方似乎临时换了位置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子弹在露娜身侧打出一个个弹孔，又一颗手雷炸响，暴露出红豆的位置。我打虎蹲喷气拉位置，你准备好了就打。啪，虎蹲炮划过天际，露娜的手雷再度显出身形，爆闪对开，双方凭借位置记忆在开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 ，Triple A 苹果批发击倒角角电竞挽袖，自己的5套这么脆吗？威龙心中飘过一丝疑惑，对面6套碎了直接冲。闻言，露娜当即开爆闪跳拉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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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剧烈的交火骤然爆发。不是说碎甲了吗？怎么出现护甲抵挡的符号？露娜的血条在急速下降。Triple A 苹果批发击败角角电竞一路灭队，不吃了，冲冲冲，把他们都杀了。总裁走廊，我对总裁队发起了第3次进攻，哒哒哒哒哒，张姐被2枪头秒掉。Triple A 苹果批发击倒张伟大把，我喷气进走廊，踩住箱子探头切出 AWM。轰 ！Triple A 苹果批发击倒在买烤玉米，这人他妈带6弹少爷套，还多带了一件6甲，不行啊，完全打不过。最后剩下的红狼已经汗流浃背，走吧走吧，跑福利丢包。麦小文劝说，这个是真打不过。红狼原地封烟，又打出3连手炮拦路，然而2腿刚迈一步，他就听到前面传来细微的动静，什么情况？红狼决定探头看看。卧槽！哒哒哒哒哒，撤离失败。我刚推进到总裁中段，不远处的黑狼黑烟拦住了去路，随后福利走廊传来枪声，还有高手。我先行退出总裁，在大小苹果面前丢下2件报废的6甲，又拿上修好的6甲和1125甲，干得不错啊，小豆子。大苹果满脸欣慰，打架终于大气了点，爽啊！苹果姐，这才是战斗啊！
总裁走廊另一边打来一颗虎盾，不说了哈，你们先修着，我过去了。我匆匆忙忙回到总裁室，经过3分钟的博弈后，第2队威龙也是被我们轻松拿下了。我一个个数着干员盒 ，OK， 姐妹们清图了。大苹果颇为满意地点点头，不错不错，那我要开动了。我去把卡都刷开，妹妹去吃总裁帮我开保险柜。开完总裁，我跑去黑市，准备黑富兰、树兰和一路刷过去。出卡了是雷达站控制室，总裁室的小苹果开心道，看样子是有爆率的。没过多久，小苹果又喊道：“4格滑膛枪，还有个化石，2个容器出2红1金卡，先天摸红圣手啊！”我满脸惊讶，赶紧滴溜回组裁。红豆哥哥又出啥了？我和大苹果眼睛瞪得滚圆，小苹果没吭声。一颗闪耀璀璨的钻石被小苹果高高举过头顶。卧槽，非洲之星，蟑螂地下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主播爆率也不能这么过分啊！小苹果纯靠开卡摸钥匙防容器，靠物资硬生生堆到了2000万。苹果姐，你这把吃了多少？1070万。我脸色稍有和缓。哦，那还好，战损1065万。大苹果悠悠道，忍一时越想越气，退一步越想越亏。不行！大苹果突然凶巴巴道，小豆子，你想个法子，我要折磨航天所有人。姐冷静冷静，我想一下。我摸着下巴做思考状，折磨流当然是经典老味道，赌桥吧姐，赌桥倒是可以。大苹果思忖着，但我想要那种能折磨别人，别人又死活拿你没办法的。那3工程赌总裁吧，那别人不来总裁怎么办？大苹果指出漏洞，我不禁陷入沉思。红豆哥哥，小苹果忽然开口，我们选3个工程，带上 M249 机枪进总裁扰民，其他人不来也得来了吧？我顿时豁然开朗，妈呀，先天 CS 圣体！我一直以为她只是可爱的挂件妹妹，对可爱小女孩我们不说 CS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直接起 M250 和 AWM 扰民。大苹果发出邪恶的笑声，起装起装，今天我要折磨航天所有人。到底是谁把这3个神人凑一块的？今天痞到他们3的有福喽！3人落地就往中控桥跑，2元桥风起长烟，老二和老大已经开始倾泻火力，一时间好不热闹。开局仅1分钟，我们3人就上到总裁。我按下左键扣动 AWM 扳机，同时切出药物轮盘，服药取消开枪。卡 bug 是吧？我也来。游戏开局仅2分钟，震耳欲聋的机枪噪音响彻云霄，一瞬间复活的所有队伍齐齐摇视总裁。另一边复活老大的龙团座刚抽完2元，震天响的机枪声吓他一跳。我靠，总裁什么东西啊 ？AWM 不要钱啊！谁有乌鲁鲁提醒道 ，AWM 可以卡 bug 开假枪。龙团座还在一头雾水，直播间却已经认出了红豆的身份。我去团座痞到红豆了，红豆的大手终于伸到团座身上了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他们在玩扰民流，2个 CS 痞一块了，哈哈哈哈！我靠，豆豆电竞的那个护子，龙团座立刻兴奋起来。兄弟们，我们手桥队打的就是护航哦！你们平时在绝航受得起？龙团座今天全给你们找回来！主播撞到团座了，现在撞到主播已经丝毫不奇怪了。龙团座，抖音知名赌桥主播，与夺舍流老祖苏醒，共分三角洲 CS 界半壁江山。小苹果黑市有人来了，我一边开枪扰民，一边来到总裁室内，丢道具尽量不对枪。黑市来的2元队2人刚到中段，就触发陷阱，急忙退回打药，结果刚打好要推进，一颗手雷又塞到脚底，2人血条瞬间下降过半。紧接着面前又涌来好几只比特小蜘蛛，差点抬走1人。我操，我没听到他掐雷，哪个 CS 想出来3工程总裁扰民流的？TM 主播你带毛线听力头啊？为什么我也要受这份折磨？看到弹幕我尴尬一笑，忍一忍啊，兄弟们，主播恰会你。第2波进攻黑市走廊队学乖了，突击为威龙走前面，然后露头就是一颗，威龙刚摸到近点，一个比特大蜘蛛就给他捆得严严实实，紧接着一颗手雷砸到脸上，威龙顿时血压升高，拔完绳子就往后退。这总裁谁爱打谁打，人都没见甲先碎了2次，我们回牢区吧，这架是真打不了。然而3人刚到楼梯拐角，下面就冒出一串火光，楼梯有人尾随，乌鲁鲁赶紧丢下2颗折角火，被堵了咋办？还能咋办？大着呗，想赌我们得看他们受不受得了。时间飞逝，桥上的龙团座都快急眼了，我靠，兄弟们，不能让他们把风头全抢了。龙团座举起大炮筒，和水友一起对准总裁，2发轰在总裁室落地窗特种玻璃上，3人一起朝总裁倾泻火力。听到总裁室的动静，我扭头对大苹果道：“赌桥的团座在挑衅我们。”闻言，大苹果诧异抬头，用2级弹跟撒娇有什么区别？说罢，大苹果换上备用的一组仙弹，3两步去到总裁室窗户口，对着桥上的3个大灯泡就是一梭子挑衅示威。龙团座弹幕顿时乐开花，哈哈哈哈哈！主播被嫌弃了。苹果姐说你的宣战像撒娇尼尔多龙吗？苹果姐穷逼别来绝密航天。苹果姐问你需不需要扶贫？龙团座看完弹幕脸都绿了，靠！兄弟们这人太嚣张了！一波宣战，核心区4支队伍几乎毫无反应，团座咋办啊？其他人根本不理咱们，你团座还没受过这种委屈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总裁的枪声却分毫没有停下的迹象。靠近核心区的3支队伍已经眼冒金星，哒哒哒哒哒，终于扶立总裁走廊的队伍打起了第1个暗号。黑市2队也纷纷接上暗号，9人在黑市见面，顿时2眼泪汪汪。然而一碰面问题就更多了，怎么打先打哪？总裁桥上2个队伍各占一方天险，霎时间9个人面面相觑，哒哒哒哒哒。突然响起的暗号让9人原地愣住，哪来的第4队暗号？这特么是桥上打的暗号？福利队威龙满脸写着怀疑，赌桥队暗号骗出来杀是吧？貌似不是骗杀，他们都打好几轮了。不知是谁在犹疑中接了第1下暗号，很快大家迅速达成共识。桥上的龙团座眼睛霎时一亮，兄弟们回暗号了，集合！说好不非法组队的了，团座不是说随便捏死护航吗？密码的团座桥不赌了是吧？龙团座丝毫没有不好意思，兄弟们不准乱说话，
团座现在是正义之师，正义之师你们懂吗？今天我龙团座就要带领正义联盟维护航天基地的对局环境。主播他们组队了，现在12个人全上来要揍你。赌桥的团座都非法组队了，哈哈哈哈！第一次见赌桥的组队太不要脸了。你要是不非法组队打我，那我不白赌了吗？排点兄弟们，他们肯定在走廊放了陷阱。走廊尽头的龙团座开启大招，2颗巡飞弹在走廊不同位置爆炸，走廊的最后一颗声波陷阱被当场排掉，再补颗电箭。然而话音刚落，当下忽然有些烫烫的，滋滋滋滋，电箭射出，却突然来个红狼挡在前面，准备排查陷阱的电箭直接插在红狼的屁股上。爱我草雷兄弟，你怎么射的箭？被电的红狼压根没反应，反而随人群一起跑，给大伙电得灰头土脸。大苹果突然听见一伙人闷哼后退，结合刚刚射出的电箭，大苹果当时笑开了花，呵呵呵呵呵，他们电箭插自己人身上。走廊那头的龙团座人都骂了，龙团座骂骂咧咧的比划半天，终于有人自觉换位置，咱们等他们干起来再上。一威龙片枪创造机会，结果刚出掩体就被打得半身不遂，反应快dash回去，又被一颗折角雷塞到脚底，威龙立刻头甲全碎倒地。不是哥几个打总裁怎么怂像乌龟？我家80岁老奶都比你敢冲。本以为拿下红豆手拿把掐还能换到大量流量，结果自己过来一看，妹妹的雷丢得跟长了眼睛一样。我靠，不是说大苹果很菜吗？龙团座不禁吐槽，这雷怎么跟锁头一样？这时开局抽2元的老二队来到福利走廊，咱们应该不用死磕到底了，打肯定是要的，但要有序的打，要缓慢的打。说人话，张姐你上去把陷阱全踩了，送一波回来，行我牺牲一下。张姐开大直向前，连续2颗声波陷阱触发，张姐的血量已经岌岌可危。密集的流萤纳米无人机群上下翻飞，命中中间的我和小苹果，不要管无人机，直接架枪。小苹果听话的调转枪口扫射，张姐回拉的同时，威龙大跳离开掩体，正准备开火，一颗马格南子弹飞驰而来，卧槽 ！Triple A 苹果批发击倒满了，女一封上至盲烟，把威龙背走救援。我靠，福利那队动了，我要上了！龙团座兴奋的，你们跟着团队准备扶我。走到中段，福利女一推出大招，总裁2人中招身影，正面最多只有1人的枪械，这是出手最好的机会。龙团座没有丝毫犹豫 ，AW 枪响瞬间，大身位跳拉出走廊，2个声波陷阱触发启动，龙团座预瞄露出身位的小苹果，哒哒哒哒哒，哎呀，后面来人了！龙团座击倒小苹果，陷阱刚刚触发，龙团座猛掉80滴血，补枪的 M250 子弹姗姗来迟，大苹果击倒龙团座，大苹果开启老黑大招声波震荡。所有玩家地图上出现红色的警示符号，宿舍队露娜首先奋勇跳拉，但最先看到的不是人，而是6只比克小蜘蛛。露娜被2枪撂倒，踉跄后退。后来的红狼瞧见露娜惨状，当场就要后退，还在后退的团座忽然发现爬不动，转头一看，后面的人拼命要往前冲，所有人被堵在走廊末端大箱右边狭小的隘口，最外层的几人还被小蜘蛛附加了异伤效果。龙团座内心顿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，我靠，聚在一起干啥？不行啊，团座被挤得动不了啊！然而剩余几人压根没有退后的觉悟，甚至有人跳到箱上想越过人群，散，快散啊！龙团座急得破口大骂，耳边忽然有悉悉索索的响动。团座转头，一个超大只的巡猎蜘蛛缓缓靠近，龙团座内心霎时凉了半截。巡猎蜘蛛爬到众人身前，忽然喷射出一张大网，将靠近出口的4、5人全部罩住，随即一颗手雷悄悄折角弹射过来，落到众人脚下。不，大苹果的屏幕上击倒击杀信息疯狂刷屏。大苹果手雷击倒河南第一爆搏手，大苹果手雷击倒成都在逃毛肚，大苹果手雷击倒别压力可达压，大苹果手雷击杀龙团座灭队。大苹果正在原地，我杀了多少？8个吧，我不太确定的。哇，一雷8响啊！龙团座郁闷的抓着脑袋，这什么雷啊？我的天，哪有这么丢雷的 ？CS 黄昏背叛 CS 知道转头非法组队，这就是神法。12v3被人1颗雷打完了，要变成别人的素材集锦语。说路边的插出去熬，主播这叫学习先进经验。各位义父义母们点播关注熬，下一把团座将为大家带来新节目。乌鲁鲁堵桥扰民流，666鲁皮子赛博讨风，太 CS 了，加我一个。福利走廊一侧，女一刚把威龙扶起来，总裁是同步传来救人的滴滴声响。威龙皱起眉头，那一边在干嘛？怎么还有机会让他们扶人？张姐隐隐感觉有点不对劲，为什么那边不响枪了？女一脸色微变，好像刚刚2颗雷爆炸以后就没有一点其他声音了。恐惧如潮水从4面8方袭来，威龙忽然觉得手脚冰凉，什么意思？总不能全死完了吧？敲锣打鼓般的 M250 混 M249扰民枪声重新响彻云霄，宣告了总裁最后的胜利。卧槽，他们把黑市那边杀完了。福利走廊3人拔腿就跑，3人来到黑市，箱子周围一共堆积了9个盒子，这些全是我杀的。大苹果爽得差点晕过去，剩余的撤离时间里，大苹果把盒子在总裁排成一列，各种角度拍照留念。撤出来后，他迫不及待点开历史战绩，击败干员12，达成成就天才少年。大苹果杀12个，能带大苹果拿天才少年啊！红豆，谁还有梦想？厉害啊，小豆子！续单，立刻续单！没过一会，大苹果忽然道：“你们的点单系统得改改了。”怎么了，苹果姐？我随便点2下充值就上线，不让我充了。说是单日存单充值最高99999。对啊，你们那客服老麻烦了。我预存20万，扯皮半天才给我充。小苹果深以为然。对啊，是得改改，一次性充20万，这就是富人的世界吗？由于今晚我和大苹果的精彩表现，网上又多了不少切片视频。这么优质的视频得发到群里，让粉丝细细品味。主播看看这个，你打的有对护航跟老板骂起来了。
视频放到第2分钟，原本3人的对话忽然换成了另外3个陌生的人。你们2个不是演戏给我看的吧？不想补蛋，我补你个蛋，都给你打够保底了还补，真以为自己是大老板啊？你们家态度就这样。接着画面一转是个 PDF， 名为内部人员开和老板，我不禁感叹，做视频的人简直是个天才。花瓶在地上摔得粉碎，投诉的视频为什么还没下架？李总您有所不知，这个新视频加了红豆的直播回放，网站审核下架要花更多时间。红豆又是红豆，李顿瞪着眼睛大喊道：“安排一下，星光杯悬赏豆豆电竞红豆，一个狗牌我出10万。”结果本以为会出现在星光杯的红豆，却出现在了苏醒举办的夺舍杯。三角洲夺舍流鼻祖苏醒宣布将举办第1届夺舍杯，苏77和大小苹果额外赞助了6万元。卧槽，红豆参加苏醒夺舍杯，这么小的比赛他也看得上？兄弟们踊跃报名参加啊！告诉苹果姐什么叫民间的智慧，说猛攻我打不过夺舍我可来劲了。什么叫红豆不参加星光杯？李顿一脸不可置信，夺舍杯又是什么东西？干我钱全打水漂了。2天后的夺舍杯表演赛，苏醒准时上线。晚上好啊，兄弟们，今天咱们是夺舍杯的表演赛，能请到红豆这尊大佛啊，咱们这小店也是蓬荜生辉啊。醒子哥这么正规还有表演赛看啊，好不容易请到个大手的，这肯定得 C 位安排一波。红豆老师晚上好啊，醒子哥晚上好。我靠，红豆老师，这不会是我那把 QCQ171的百枪马吧？对啊，坏了呀，兄弟们，我的独门秘籍被人偷学了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开始表演赛。准备进图时，我突然发现地图居然选成了普霸，开错图了，醒子哥，卧槽，开错了。2人落地在水泥厂下方工地，2人面面相觑，场面很是尴尬。普霸夺舍嘛，哈哈哈哈！打完人发现收获没肉，但战损高，损耗没那么低。咱们做个任务撤离吧，红豆老师。红豆哑然失笑，算了，就这样打一把吧。咱们普霸夺舍一个。苏醒头顶冒出个问号，表演赛嘛，横竖搞点节目效果。好吧，就依着你们。这回我已经绕进水泥厂办公室，枪口对准刷卡房，这里面刷卡概率很高。我们来看看这把是哪个倒霉蛋哦。回到特勤处，杨奇家意气风发，2小时1100万拯救大兵成功。有请下一位选手。特勤处依旧一贫如洗，答应杨哥下次及时止损好吗？3把1000万拯救成功，接下来这把看你杨哥发挥。落地复活西区公路撤离点，地图4面8方的传来爆炸声，杨奇家颇为疑惑，这破产号主居然不安排人机局。杨奇家小心翼翼地将水泥厂翻了个遍，有点诡异啊，兄弟们。水泥厂有大保险没人吃，这都能忍得住。这时行政楼爆发了极其剧烈的交火，卧槽，这把全是大手，计划有变楼不进了。吃完办公室溜边吃野区跑路了。杨奇家一脚踹开水泥厂办公室大门，房卡安安静静躺在原地没人刷，不错，办公室没人开，再来张总裁是会客厅，直接游戏结束。只是他踩桌子超捷径过去时，屏幕忽然有些晃动，像是踩到什么东西卡了建模，爱怎么翻个桌子还卡脚。杨奇家有些纳闷，但并未放在心上。低帅必卡，智能门锁由黄转绿，就在刹那，他感到腿上传来一阵强烈的酸痛感，哒，撤离失败。杨奇家原地起跳，怎么真有普霸来夺舍的？脑子是不是有点大病？杨奇家气呼呼地点开回放，然而没等他宣泄出来，视频内红狼滑铲进屋，一张小卡片安静横躺在中间。我的总裁是会客厅啊！杨奇家直播间发出奸笑，怎么有人普霸夺舍啊？你那 QCQ171比我一身垃圾都贵。破案了，夺舍的是红豆，打夺舍杯表演赛呢，怎么又是他？就因为红豆，你杨哥职业赛单杀 MAT98 的含金量急剧下降，我去红卡是大红卡，还有龟包150万。苏醒在直播间都喊破了音，兄弟们，普霸夺舍850万，弹幕顿时走过一波666，还有更多人在喊杨奇家的名号。苏醒浏览弹幕震惊道：卧槽，普霸夺舍把杨哥夺了！哎呦，你给杨哥夺舍了，这不添乱吗？行，一会儿我说说红豆老师。苏醒压抑住笑容，正经问道：怎么说，红豆老师要撤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撤什么，保险都没塞满呢。我一路摸到行政西楼门外，3声手炮在阳台保险房外炸响，同时拉闸房一侧脚步由远及近。我来到楼外，跳上木棚外木箱，对准路灯左侧纵身一跃，触发攀爬，在路灯上站稳脚跟，视线对准厕所窗户房檐，又一个大跳，再度触发攀爬，从下窗爬行摸进厕所门内。我慢慢摸到阳台保险房后，把 QC0171冲锋枪从门后伸出，门外一名露娜正对着阳台保险房门内，哒，我对准腿部就是一阵横扫，露娜猝不及防应声倒地。封烟、头甲枪、胸挂花来，4套加满100枪，这一对巨肥啊！这就是绝密普霸吗？我开大封烟，滑铲 pick 拉闸房方向，确认没人后，我躲进西楼电梯上来的小房间。这波处理很聪明啊！苏醒频频点头，对面肯定以为红豆老师走了。威龙停留原地，牵制阳台保险房。红狼去到厕所一侧，架住保险房门口，紧接着传来被人的响动。我摸出侧门，瞥了一眼阳台房，麦小文和风衣正在专注架枪。这时一便突声，哒，阳台保险房内一梭子子弹从后方窜出，风衣猝不及防轰然倒地。第3队来了！苏醒惊呼道：兄弟们，这普霸节奏猛不猛？麦小文慌张回身抵挡，一颗闪直接拍在墙上，毫无作用。2个麦小文同时交出大招，新的战斗一触即发，我果断进攻 ，QCQ171直接预瞄爆腿线，探头瞬间，红狼扛着露娜与我干瞪眼，我对着威龙立刻开枪扫腿，豆豆电竞红豆击倒对小麦犯错了，随即一个右拉扫转，露娜人还没落地，红狼已经成盒，豆豆电竞红豆击败波骑士 Boki 灭队，我一个个打开翻包，都是40-50万的高改，我将枪械藏进电梯房工具柜，整备物资期间，阳台队伍被劝架队3人拿下，3人在保险房架点谨慎等待，我架起长狙 SR25，
在厕所一侧拐角不停劈，哒哒哒哒哒，一轮简单的交火，原点架枪的小麦碎头半碎甲，我的4级头全碎。我正要换位到拉闸房，忽然一点细碎的动静隔墙传来，我急速后退，下一秒一颗手雷沿墙面反弹，精准落在我准备走的转移路线。随后又是一根电解，封死先前对枪的位置，还有一根紧随其后，沿着手雷轨迹封堵住退路。我被2根电箭夹在中间，麦小文向前打出一颗闪现，随后有人大脚步前压，我向后封烟，并投掷出3连手炮封堵对方，又朝走廊尽头电梯房拐角丢烟。我向后顶着电箭强行撤退，窗口传来 MK47 无差别的扫射，我一个滑铲朝电梯房侧门转移，威龙喷气横拉飞出，对准烟内就是一阵无差别扫射，惊险避开枪线。我跳入行政楼餐厅，第一波博弈结束，我去好惊险啊，兄弟们！苏醒不禁感叹，感觉比绝航强度高。妈呀，这就是大坝本地人吗？真操作还得看咱们土生土长的坝。我退到拉闸房旁厢后，支架中断走廊出口，威龙硬来2枪，直接朝拉闸房打出大招虎蹲炮，一块数据飞刀随之跟进，禁掉我的技能。我直接退到2片链接走廊中段，踩上箱子直架保险房的拐角出口。只是露娜对大坝太熟悉了，人没露面就听见露娜的掐雷声。我在露娜露出身位的瞬间倾泻火力，哒哒哒哒哒，露娜大残，我硬吃了一颗瞬爆雷，血量掉至25，位置暴露，对面立即行动起来。我立马往脚底封下一颗烟，现在我似乎陷入险境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我跑到铁皮箱挡板后停下，踩上办公桌，隔着铁皮箱预瞄链接走廊前压者的爆头位。看到这个点位，苏醒呼吸一滞，这是红豆精心布置的陷阱。噔噔噔，2人出现在瞄准镜中，我毫不犹豫扣动了扳机，哒哒哒哒哒，豆豆电竞红豆击倒落红无情，麦小文拔腿就退，我来到正面对准烟内疯狂射击，豆豆电竞红豆击倒超时空瓦学姐，一瞬间局势完全逆转，露娜整个人傻在原地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队友呢？走廊尽头传来黑狼拈花的大招声响，露娜朝拐角封出电剑，试图封路，大招加持下，我顶着电剑前压过来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豆豆电竞红豆击败卡了电竞西比，灭队，太牛了老师！苏醒惊呼道，这一波战斗老师非常细了，地图理解非常重要啊，兄弟们！不是哥们，这还是普霸吗？这普霸怎么比绝航都刺激？看的不是夺设备表演赛吗？醒哥已经清图了，老师你先舔包吧，观众都很好奇你能吃多少啊！闻言我朝地上丢下2把左轮，我去还有左轮，这还是普霸吗？好了，红豆老师下线吧，到我完了。5分钟后，我吃饱喝足去拉闸，工业电梯撤离点，我把枪撇了一地，4把合计110万的357左轮，2把合计150万的 SR25，2把合计180万的 M14，1把80万的 MK47，还有1把60万的 S12，看得苏醒和观众一块直流口水。老师啊，你这装备总价值是吃了多少啊？本局损耗50万，夺射1650万，卧槽，手搓非洲之星啊！醒子哥这表演赛打得还可以吧？太可以了！苏醒竖起大拇指。正当2人聊得热火朝天时，好友列表突然弹出一个申请信息，出于好奇我通过了申请。神秘跑刀男加入队伍，这谁？苏醒刚开口说话，那新入队的人悠悠开口打断，普霸夺射是你俩谁的主意？哈哈哈哈哈！杨哥来了！完了，修罗场出现了。醒哥开的游戏，有缘千里来相会嘛。这号上就剩个45格大红包，偏偏你们还给夺了，还有我700万的总台啊！还钱！弹幕顿时欢笑一片。若丢下破产的杨哥好像不太地道，我内心挣扎一番，对杨哥道：杨哥，咱们夺一把！来人了，来人了！去你那边了，杨哥！哒哒哒哒哒，头甲枪，胸挂背包，花来！我勒个豆啊，是刘涛！杨哥快跑啊！黑市门口升起一阵浓烟，杨奇家开大直冲丢包而去，黑市的红狼开大试图追赶，谁知刚到拐角，红狼双腿蹬时一软瘫倒在地。苏醒爬起烽烟，1秒变影，头甲枪，胸挂背包，花来！我去，又是刘涛！杨哥不用跑了，一起飞升。黑市剩下的露娜直接傻在原地，第一次见到夺射红狼组团作案。等等，既然是组团作案，那就可能还有人。一把 QCQ171对准了露娜的小腿，哒哒哒哒哒，露娜不甘倒下，我封烟舔包后扬长而去。6分钟飞升顺利接取，撤离成功，爽啊兄弟们！一把780万扶贫成功，杨奇家一阵傻笑，兄弟们夺射流是好东西啊！完了，杨哥要堕落了，杨哥爽吧，这可比咬俩胡子吃饭爽多了，哈哈哈！确实，那咱们今天就到这。哎，等会，杨奇家不乐意了，走什么走？我再夺啊，不是，我再扶个号。杨哥，咱们打表演赛呢，续别说话，继续夺，快准备宝贝，咱们3个人一起趴在这吗？哥，你信我，他们肯定得上来打这个老太。我是说咱们3人一起趴，给人吓昏了是不是不太道德？3只风衣举着一把G18，等待一个有缘人，一趴就是5分钟，啥时候才来人啊？今天航天怎么这么安静？杨奇家打了个哈欠，干咱们这行最重要的就是耐心。来人了，来人了！一想要待会要发生什么，3人就想笑。星光杯直播间，永远正在离心室仔细排点，排查完离心室内部，永远终于确定离心没人，人都去哪了？这会儿他也很纳闷，永远踩上离心2楼平台，准备打掉老太，但好巧不巧，永远刚一上香，2串机枪子弹刷的就冲过来，吓得他赶紧趴下规避枪险。永远寻思换个位置继续打，他来到铁楼梯前，正要重新爬上箱子，忽然心中升起一种强烈的不安感。他缓缓扭过头，那一幕令他永生难忘。卧槽！3只风衣手里的G18同时开火，哒哒哒哒哒，永远甚至来不及多看3人一眼，变成了香喷喷的盒子。我跑来翻包看了一眼，我去好肥啊！杨哥快拿了跑！杨哥跑来快速炫完包，那收益跟做火箭似的往上飞。另一边，星光杯解说连带观众都看傻了眼。卧槽，真有土豆雷！
哈哈哈，被杨哥他们夺舍了，又是红豆老师干的，他们埋在这5分钟了已经。可怜的永远老师被玩弄于股掌之中。杨哥，这下我们不欠你了吧？来钱太快了兄弟，今晚强度也高啊杨哥，不然夺一个没这么肥。苏醒极力忍住没笑出猪叫，那打比赛的选手能不肥吗？更何况夺舍的还是星光杯的选手。醒哥没什么事，我也先走了。见杨琪家离队，我也朝苏醒打个招呼，老师决赛见啊！夺舍杯表演赛在三角洲掀起一股风潮，现在不仅 G18、QCQ171涨价，而且每一处角落、每一个箱后都有可能藏着一个花来石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夺舍杯的决赛。经过我们4天的筛选，我们选出了7名选手，与红豆老师一同角逐冠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77，一个小头从视野边缘探出。现在来说一下我们的赛制啊，每人一共打3局，共3轮循环，按照夺取物资总数来计算最终排名。话不多说啊，有请我们今晚第1名选手，豆豆电竞金牌护航，有着闪电魔王称号的红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豆电竞的红豆。苏醒一拍巴掌，合着宣传俱乐部来了是吧？短暂寒暄后，苏醒注意到红豆选的英雄是麦小文，甚至枪起的是 QCQ171。老师这是打算玩女鬼流麦小文？这个应该没规定吧？哈哈哈，没规定用什么都行。爱说起来，我们打陈泽杯那晚，他用的就是女鬼流。你又提起黑瞳老师的伤心事了，没事，他在隔壁听不见。这玩意能玩夺舍，这咋夺？没烟没大也不好跑，感觉第一把要白给了。开局落地牢3，我拔腿就往东区吊桥方向跑，以最快的速度刷开东吊，随后迈开腿跑上桥，顺利来到跳管道的栏杆前。临跳前，我朝2元瞥了一眼，却发现有个女一站在管道上，一动不动也不封烟。卧槽，还有接2元管道单的！我没有多做停留，直接沿栏杆跳到跳水侧边缘，随后大摇大摆跑过黑市门口，越过拦车，直接进入花园，路过福利总裁走廊底下。我停下脚步抬头，2发击落狙击兵，随后跑向离心室1楼后门。我刚摸到离心室1楼小门附近，头顶传来咚咚的声响，从密集度判断只有1个人。楼上玩家完全没察觉到危险逼近，发射桥没响狙，黑市没交火，一狙击兵什么时候掉了？不管了，你带板板先上总裁开卡摸星。我开完离心保险和刷新点就来。威龙带着老板匆匆走上福利走廊。3个星期前，他们接下16666的新单，保底6.5个亿，不出非洲之星不结单，两眼一睁就是航天巴克什，小腿一蹬就往刷新点跑。现在保底打超10个亿，连非洲之星的影子都没见着。露娜趴下开启离心桥大保险，搜索问号不停转圈，横着2个牛角，竖着2格黄金纹章，单格不出所料，海盗金币1个。露娜走进红房，开启小保险箱，单格是小金还是小紫呢？容器叮的一声，非洲之星。等会，露娜疲惫的双眼猛一下瞪得滚圆。非洲之星，露娜激动到语无伦次。3个星期快150个小时，终于出了。露娜举着非洲之星走出红房，对准老板的方向检视视野，然后面前忽然探出一个麦小文大，两人猝不及防对视。下一秒，我对准露娜疯狂倾泻肉弹，哒哒哒哒哒，豆豆电竞红豆击倒洛风电竞月亮。有人快来！我心没放保险。露娜绝望的不断后退，看着红豆过来把他刀掉，威龙都来不及骂人，当即就从顶层楼梯一路猛跳，拔腿就往离心平台跑。刚刚他举着个啥？我脑子还没转过来。苏醒和苏77同时惊呼起来：卧槽，这哥们当面出星啊！这星不会没塞保险吧？快搜包，快搜包！哪有出星不放保险的？大脑还在思考，双手已经光速投假枪，胸挂背包。这时我呼吸一滞，这人非洲之星没放保险。我光速转移背包里的物资，兄弟们夺舍非洲之星1400万，夺舍杯首局就夺舍非洲之星吗？夺舍非洲之星的都来了。我掏出一把装子弹的 AWM， 对准离心链接门。没过多久，走廊传来威龙喷气声，我集中精神大狙瞄准门口。就在这时，离心传来G18开火的声响，威龙发出惨叫，紧接着有红狼烽烟开大，还有高手。那红狼的手速同样极快，从枪响到烽烟补人舔包，再到花来跑路，中间仅不到4秒。你问为什么我这么清楚？因为他逃跑正好撞我的枪口。轰！豆豆电竞红豆击败被麻花藤做局了。击杀红狼后，我立刻启动信号破译器，女一零头零甲，原来是2护航带着一老板。我忽然升起一个坏的想法，我来到红狼的盒子旁边，将 M14换成了 M7，并扣掉子弹，接着从离心链接谨慎探头出去。只见一个女一正准备救人，刚一转头就看到黑洞洞的枪口，立马吓得缩回手。他本来2手一摊打算等死，但发现对方似乎没有打他的意思，他要干嘛？可能想调戏一下我。没过2秒，我从兜里掏出一颗非洲之星，当着女一面检视起来。小麦这招太狠了，纯当面羞辱。过了一会，发现对面居然还不打算杀他，反而示意他跟上。女一一愣，这是打算半路截胡带他吃饭吗？红豆老师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一直给苏醒看懵了。我猜是要带别人家的老板吃饭。苏醒张大嘴巴，老师是不是忘了我们还在比赛？他直接死了都净赚1400万，那还真是。滴滴滴滴滴滴，宿舍小沙地门口射出一根探测箭，扫射宿舍全区。听到宿舍动静，我立马切出 AWM， 准备沿西大反上宿舍。西大队女一跟上红豆的脚步，我 AW 直指宿舍架西大的2楼平台。枪响过后，我一个飞镖直扎墙面，之后直接向2楼无畏冲锋。什么鬼哪打人？西大队女一心中一惊，封了颗烟紧跟麦小文。我正在楼梯旁闪转腾挪，楼上老黑正试图借高打低，可他刚一探头，就被我 M14提前枪干到残血。老黑留下一颗陷阱就往回跑，我一镖扎废老黑陷阱，蹦跳着上楼借掩体追击老黑。1秒后老黑倒了，
一颗虎墩原地落在楼梯口，我退回楼梯中段并踩在栏杆上 ，M14 对准栏杆外的平地，威龙一个喷气冲到楼梯口，却发现一个小头正守着落点。威龙下意识开启爆闪手电，没想到他落地还处于僵直的瞬间，对面的手电已经闪得他睁不开眼。爆闪过后，两人同一时间开火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豆豆电竞红豆击败小李钢枪很猛，灭队。女一在一边看傻了，我伸手指了指上面的河，女一颇为拘谨地走到2楼，看看地上躺着的3个包，又看看小麦，我对他点点头，妈呀，真给我吃啊！那我不客气了。威龙掐着表犹豫开口道：“5分钟到了，老板。”谁都没有想到，2个护子一枪没开，任务结单了，场面一时间极为尴尬。老板按事先的合同规定，咱们是达到结单规定，但是这样结单，老实说，板板你也没什么体验。我们按赔完时薪70%给您算时长，这把先清图带您出去，下把再继续守2元，那就50%吧，你们也不容易。威龙和露娜纷纷松了一口气，两人迈腿向宿舍奔去。这会儿正是对面开心舔包的时候。轰！豆豆电竞红豆击倒豆豆电竞白叶，挂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来？轰！又一声枪响，威龙也没能幸免。卧槽，这不是他们豆豆的大哥大吗？苏醒直播间，苏七七的手机忽然不停地震动，他瞥了一眼，是手下老熟人白叶的消息。大姐头场上的2元是我们，自家人求大哥放一条活路啊！这可污了个大龙。苏七七轻轻叹了口气，怎么了苏姐？苏七七把手机递了过去。卧槽，刚刚揍的是自家护航，啥玩意？是大狙冲了龙王庙吧？苏姐人妈了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要不咱们跟红豆老师说一声，要怎么打他心里有数。我注意到了被击倒人 ID 明晃晃的豆豆电竞，你看这是闹的。下一秒，我对准地上2人，1人1枪，豆豆电竞红豆击败豆豆电竞白叶，豆豆电竞红豆击败豆豆电竞洛风。我们肯定是不能非法组队啊，更何况这还是比赛。我随即话锋一转，但是自家人还是要讲情面的，我直接把自家兄弟的老板一起养了，你们3个一块凑一队得了。哥们，你简直是天生的 CS， 夺心夺枪还夺老板。我看到弹幕没有气恼，反而一本正经解释道，养一个老板是养，养2个老板也是养，他舔他的，你舔你的，大家一起肥肥撤离不好吗？2位老板在我的带领下进行了会面，两人隔空对视，兄弟你被牛了，兄弟难不成你也？我光速舔完包，我顺手展示了一波非洲之星，西大队女一笑得更开心了，带领老板吃过一遍核心区，我拉闸撤离。第一把游戏结束，我损耗12万2000，夺舍1569万，喂养2个队伍的老板合计1300万，比顿在俱乐部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10万一把你们都没撞到他，你们怎么跟我保证的？纯粹是意外，我保证下一把一定撞到你。最好是撞车团队的老大捏了把汗。红豆老师，第一局夺舍非洲之星有什么感想？我不假思索道，兄弟，非洲之星我帮你放交易行了，打完记得领。苏醒没绷住，苏七七又道，那白叶呢？你打完人家还抢老板？我郑重其事道，白叶哥对不住哈，你的老板我帮你挂豆豆点单程序，回头记得上投诉页领取。什么虎狼发言杀人还要诛心，兄弟太性情了，回俱乐部给你寄点土特产。夺舍杯现场，苏醒在采访第2位选手花开花谢，花开老师是第2位出场的选手，有没有压力？那必须没有啊！花开一拍胸脯，自信满满，我就是来这挑战红豆老师的，让我们期待花开老师的表现。花开落地牢3，他快速刷开牢3吊桥并封上黑烟，刚过一半，蓝氏2楼平台传来凛冽的枪声，咻咻咻咻，花开左右晃动，成功规避大量枪线，好身法只挨1枪，躲掉最后1枪，花开钻进中段烟中，一跃而下，扑通，意外遇害，画面戛然而止。花开老师跳水撤了，花开老师花谢了，哈哈哈哈！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存活时长5失误，跳水一级运动员花开花谢出列。短暂沉默后，系统忽然滴一声，花开花谢离开队伍。花开老师没脸见人，苏七七再度笑出声，苏醒打个哈哈，开始有请下一位挑战者。一轮比赛后，我重新上场，装备还是苏醒那套 QCQ171，这把我将英雄换成了风衣。红豆老师也要选风衣夺舍吗？我猜他又打算找个天使投资人，就比如上把，那观众可有眼福了。这把匹配时长格外久，整整1分半后才匹配成功。聊天频道一人忽然兴奋大叫，撞到了，我们这边撞到了，D组第5队，你们撞到了。撞车团队领头者眼神聚集，对局 ID 一模一样，肯定是他。行雷达记得开，拿下照原样55分照。放心老大，我们全装进的。哈卡战被夺舍，拿什么跟我们打？这把复活2元，我马不停蹄刷开2号员工通道，我踩上右边栏杆，爬上前方铁箱，再上黄管，随后立即向前封烟。老二一把 M7 扫射烟雾，老大 PSG 一抽射2元管道，但我过点异常迅速，两队合在一起总共只抽中1枪。我凌空跃起跳下管道，刹那间异变突生，中控方向枪声大作，我被2枪 SR 25连狙精准命中。好在我已经跑到管道末尾，苏醒看得心惊胆战，天呐，这么猛的火力！可我和苏七七却是皱起眉头，最后2枪不对，补满体力状态条。我走出水房，越过马路，停在蓝黑链接斜坡的小围栏上。红豆老师在这个位置有什么说法吗？我在原地停留了整整5秒钟。这时与外墙相连的走廊传来脚步声，我面朝防弹玻璃墙外向向右探出脑袋，并迅速缩回。可就在这眨眼的功夫，呼啸的子弹如同瀑布般砸了过来，对方仿佛未卜先知一般，子弹直接命中我头部1枪。这特么是挂还是专门冲着红豆来的？红豆可是一点信息都没漏。我回去后拔腿就朝黑市跑，露娜脸色陡然一变，她居然已经发现他们是挂了。我沿着黑市链接直上总裁，露娜是透故意撞车的，其他人不清楚，演都不演未免太过分。
是哪家同行做的这么狠呢？小道消息，有人出价10万块买红豆一个狗牌，个数不限3个狗牌就给30万。苏醒回忆起自己匹配操作，老师对不住啊，我没做好防撞车措施。小透没事，我验验成分。下方黑市大厅3个干员冲进门，我开启普罗透斯干扰器，迈进玻璃走廊朝总裁移动。我顺手接取总裁保险柜任务，随后进入总裁室，甚至悠哉看起刷红刷卡刷新闻。兄弟们都注意下，都是必须记住的点位。我的举动显然激怒了挂队3人，楼梯口传来威龙重重的脚步声。与此同时，威龙喷气红狼开大，是要将红豆在总裁拿下。露娜3人刚要冲出走廊，喷火兵直接一个回手掏，露娜暗骂一声，急忙回去扑。而我已经来到福利走廊，发现福利没上人，这把强度不怎么高啊，4分钟福利都不来人。总裁是露娜3人清完3换神，一看这动静，顿时火气上头，威龙喷气就要过来干人。打完体能激活技的我拔腿就跑，一个箭步跳下天窗，沿小门跑进离心2楼平台，顺手又发了句新年快乐，打不死我打不死我，嘿嘿，差点给看直播的李顿气晕过去。我只因在航天王红狼时用 M14 3分钟快速清图，触发了三角洲隐藏彩蛋，穿越到了一个全民三角洲的平行世界。看着平行世界里窝囊的自己，我决定在这发扬我顶级魔王户的威名，连续3声坠地声砸下福利。我转头跑进花园，一个人去斜坡架，他要往蜀道跑。露娜目不转睛盯着动向，红狼当即滑铲跑向斜坡。我路过斜坡大平地，往前封烟却不马上前进，等红狼出枪混烟才进烟过点。对面果然是一红带2绿，我翻身进水房扎下战斗兴奋剂。宿舍队要刷1元了，不能让别人杀了他。露娜语气明显极了，我本打算借停车场绕行福利，却突然发现1元被刷开。我扭头朝离心链接跑，在我的控制下沿斜坡左拐横拉，形成一道蜿蜒的烟墙。刚钻进烟就中了2枪，我立即扎针补血，同时离心拉闸点疯狂穿烟，我再度中枪，沿着斜坡迈进福利，疯狂给自己扎针续航。这时两队的枪线对准了彼此，刚刚那一波太惊险了，快跑吧主播，不给他们得逞。遛狗能溜这么久已经很强了，主播红豆老师，咱们要不直接丢包下一把？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透他不会善罢甘休，没有任何排点与搜索。挂队3人迅速追进离心室内，我眉头微皱，3人都开了，咚咚咚，黑市脚步由远及近，来人了！我趴在黑市中段小箱堆后，一只威龙晃身屁总裁室内，第2名威龙直接跟进。等到第1只威龙穿过前方大箱，我直接扣动扳机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豆豆电竞红豆击倒004属王，走在第2的威龙大惊。然而我扫转速度极快，子弹已经敲上第2人小腿，扫掉2人，我当即起身，一个转身绕到箱后直接扫腿。哒哒哒哒哒哒，豆豆电竞红豆击败凶残的胖头鱼，灭队！我以惊人的手速开始舔包，一把 M14，一把 AWM， 但 AW 没子弹。这时一道探测键定入玻璃墙，露娜踩上大箱，死死凝视上方。如果只有小透这种程度，那么外挂也要向我俯首。我的宣战瞬间点燃了弹幕的热情，给我狠狠杀透沟！红豆老师干他！苏七七反应极快，立马用图遮住红豆的武器栏。噔噔噔，我踩到顶层楼梯口，3人毫不掩饰自己的脚步，从2楼平台直上3楼。威龙一个喷气踩上3楼，隔着玻璃墙与我对视。我探头出枪射击，下方露娜立马开枪压制，好在我提前收枪躲过枪线。威龙上到 3.5 层，对准我的探头点就是一阵提前枪，终于在威龙切出虎蹲的 timing， 我后退一步再度探头射击，碎甲虎蹲炮的阵阵波纹向内收缩，我果断后退却不收枪。红狼步步逼近，我继续前进。就在红狼即将出墙的瞬间，我顺着他滑铲的方向对跳，爆闪开启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豆豆电竞红豆击倒腼腆软妹德木兰。我扎针退到内侧走廊的尽头，随后探头 WM 直架楼梯出口，同时上下蹲起干扰对方透视。我咧嘴一笑，在红狼即将挪下楼梯之际，我切出 M14补掉红狼，同时抬枪提前扫射露娜的出点。这露娜反应也太慢了，我叹了口气收枪，再度切出 AWM 直架露娜落点。这次我只是在掩体后探头假直架，子弹倾泻在我面前的墙上。露娜立马发现自己被耍了，她射出电箭，我被电了2下后退打状态，而露娜则趁机背走红狼。等威龙恢复状态，她一个跳拉将虎墩打在走廊末端，在那颗虎墩落地之前，我已经向总裁方向撤退。一如方才，双方隔着内侧走廊相互遥望，我又切出 AWM 直架走廊尽头，轰，一枪 AW 直打中手臂。我回身打针又重新架枪，红狼趁此间隙滑铲拉出，占据走廊靠窗一侧。我切出 M14假一对准红狼一通横扫，后又迅速收缩身位拉枪，同时预判露娜的探头点，哒哒哒哒哒，豆豆电竞红豆击倒我00爱火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换枪，终于让3人起了疑心，他是不是没有 AW 子弹？我看对面弹幕说没有，没 AW 内他装半天。红狼迫不及待探头开枪，命中碎头碎甲，他的 AWM 真没子弹。我后退狂扎激素针回血，上！红狼大吼一声，红狼开大直逼红豆的藏身处，确认红豆没有任何拉位的举动。红狼一个箭步滑铲冲出跳拉，然而就在红狼挪步刹那，我的枪械瞬间切换成 AWM， 轰！豆豆电竞红豆 AWM 击倒腼腆软妹的木兰 ，AW 有子弹，他前面是装的。